救驾！快把绳子拿来！快点儿！谢帝，快上来了！姐姐没事吧？快喊大夫过来！官家，古装，现在是什么年代？如今是公元1127年，大宋王朝的军队腐败无能，战力日益低下。北方的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大破宋军，攻破北宋都城汴京。黄河以北的大量土地和城池被金人侵占，中原腹地惨遭劫掠和屠杀。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俘虏，3000皇亲贵胄及数万百姓被金军驱赶北上，成为奴隶。这是中华历史上惨痛的异族入侵，后世称之为靖康之耻。在历史的洪流中，大宋王朝本该由皇室康王赵构继承天子之位后，退缩江南，苟安一隅，将覆灭屈辱的过程拉长100年。但是一个意外却让一切都变成了意料之外。大夫说，官家坠入井中的伤势已然无碍，刑在停留明道宫多日了。太后也遣人向扬州询问了数字，病多佐证等事宜都需要早行定夺，否则难于和金人议和。万一再生枝节，引起纷争，刑在这边实在难以应付。官家还是要尽早启程啊！我居然真的穿越了，还穿成了皇帝，但我真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我是穿到了那个与秦桧合谋害死了英雄岳飞的千古罪人赵构身上。好歹我也是21世纪的当代大学生，待业好青年，我可不要变成赵老九这种臭名昭著的烂人呢。没融合到赵老九的记忆，这些家伙我是一个都不认识啊。不过有一点我听明白了，他们都是跟着赵老九想要南下逃跑的投降派。到底该当如何，还请官家示下。朕乏了，出去透透气。这些事日后再议。康大官，官家倒是不再哭闹胡叫，但似乎全然不认得咱们了。别大惊小怪，官家只是伤了头，有些许错乱罢了。你看官家气色依旧，口齿言语也清晰，过些时日定能恢复如初。杨仪中会随时报告官家的状况，尔等无需操心，务必要严守消息，不可让下面产生乱七八糟的传言。那里就是御营吗？去看看古代的军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一群瘪犊子玩意儿！老子把你们从延州那旮瘩带出来，从辽阳府一路杀到这里，你们喂个马都出差池！都快隔着1000年了，这母亲的口音是东北老铁啊！干啥啥不行，吃啥没够。官家，各位不必拘束，朕就是来随便看看，了解下军中情况。都起来说话。官家，听闻官家喜好御舍，自乃队中收藏的辽北良弓，小人斗胆，恳请官家议事，点评鉴赏。也好，朕就在营中更衣，试试此弓。赵老九这身板真不错，比我原来结实多了。可惜空有一副好皮囊，内里却是个贪生怕死的草包。现在换成我，怎么也得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份机缘。官家好剑法！
真是名不虚传。说得好。肉体的条件反射，居然让我本能的掌握了射攻技能。虽然不懂，但也能够体会到这攻确实上乘，实感趁手。身上的青皮甲也是做工精良，重量适度，防御力完全不弱。这将领的甲胄更是威猛沉重，一看就不是凡品。这士族气色红润，队伍中也不乏身高体壮之人，着甲率更是能够达到7、8成。这军马膘肥体壮，相当健康，说明饲料充足，带养良好。官家为何叹气？难道是这弓有不妥？不，我只是突然想到，咱们大宋将领卓群士卒精壮，为何就落到了今日的地步？真倒不是责备各位，真要追究，也该声讨这做皇位的。金兀术的大军想必很快就会追来，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亲眼见见，这金军是否真的有3头6臂，不可战胜。金军当真要来了，可不是已经议和了吗？也对，他们不知道历史的发展。金人贪婪无度，欺软怕硬，怎么可能放过大好的劫掠机会？官家，不是微臣说话丧气，但微臣确实和金人交战过。想当初我们还是常胜军，1万多的骑兵，甚是雄壮。本以为能与金人抗衡一二，但真打起来，几乎是一触即溃，屡战屡败。在我等败军眼中，竟然犹如恶鬼一般，暗不畏死，嗜血残暴，所过之地，无不尸横遍野，寸草难留。不要！士兵又来了！不要杀我！老子不打！不好，保护官家！杨将军，糟了，拉不住了！官家，臣约束手下不力，险些酿成大祸，请官家责罚。刘青，此事不怪你，朕知道你的忠心。这马夫也是在抗金战役中失了神智，以后就送往单陶，好生疗养吧。刘青，你也不必有负担。从今日起，朕暂时住在御营，你调拨50骑，一同来随师御前。多谢官家恩典，官家真是仁义明君。混账废物！让你看好官家，怎么还敢看到御营里去了？和那些丘拔厮混在一起，成何体统？下面已经开始有流言，说官家这是不想南下，改了心思。那次都杀了好几个嚼舌根的下人，可在此地逗留越久，越架不住他们乱猜。如今居然有人上了奏章，公然重提北反抗金之事，竟是鹰派胡言。抗金？拿什么抗金？2圣都北狩了，怎么可能打得过金人？必须劝说官家尽快动身，绝不可在此刻让那些奏章和主战派出现在官家面前。隔绝内外，这可是谋逆之罪。蠢货！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官家真的改了心思，我们的地位绝对保不住。以刚宗泽一党，必然会对我们赶尽杀绝。荣华富贵只在江南，管用什么手段，都得熬过这一关。哼，区区一个阉官，还真把自己当内相了。唉，要变天了。这毛笔用着可真费劲。据说这赵家父子治国不怎么样，说话却都是一流，可得小心别穿帮。目前的情况是，以康律为首的5人控制了整个投降派小朝廷。我的反常状态应该引起了他们的猜疑，所以刻意把我和群臣隔离开来。我若是要主动出击，不单得笼络好痴心队，还要尽快接触文武百官，看看有哪些可用之人。岳飞和韩世忠现在应该还没混出头吧？主战派还有谁来着？
可恶！如此下去，别说抗金了，我怕不是得做一个被架空的糊涂天子了。啊！朕的心腹都在哪儿啊？官家，臣在。杨青啊，朕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我都忘了这厮负责贴身护卫。行了行了，没什么事儿，你且退下吧。这2日夜间，官家睡得有些晚，且多有叹息，可是有忧心烦扰之事？杨青有心了，不过你觉得朕会为何事烦扰？臣斗胆，官家烦扰之事，或许是行在之中多有掣肘，无法如臂使之。这虎是在试探我吗？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破绽？官家宽待刘晏，亲近赤心队，想必是想掌握一部分御营兵力，而他们又是辽东人，和行在各方的牵扯甚少，调拨起来不会受到阻碍。可恶，全被他说中了！要不要拔刀杀了他？我现在都是皇帝了，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不过这货连战马都能扛住，我连鸡都没杀过，偏被他反杀了。那杨青何？官家，若官家有心北反抗金，自可行天子权柄，无需防备朝中群僚。官家不必疑虑，陛下乃当今唯一正统，行在中无人可动摇大位。大宋制度，万事决于君前，无人能做权臣。学士可通记忆文字，翰林可入禁中随侍，御史可退宰职，御营诸将皆由陛下定去留。陛下一句话，就可将臣卸甲。好家伙，他是在教我怎么掌控大宋的官僚体系啊！随便什么翰林学士就能够压制康吕，而御史可以牵制宰职，王渊、杨一中这类武人，皇帝可以随意申辩。这不就代表这小子不仅直接跳牌，还让我完全拿住了敌人的命门？如此说来，杨青也支持抗金吗？你们可从来都是坚持劝朕南下扬州避战的，如今又突然说起这朝中官制。陛下坠锦受伤，思虑有碍，臣才妄加提醒，绝无他意。臣出身河东杨氏，家中6代为将，靖康事变，臣家中满门皆为国捐躯，独留臣一人，未能死节。乃是希冀有朝一日亲报国仇家恨，抗击复国之志，从不敢忘。但臣在晋中毫无根基，只能人云亦云，不得妄言。康大官向来备受陛下重用，臣也只好。好嘛，居然是传说中的杨家将后人，好感度瞬间拉满啊！杨青满门忠烈，可敬可叹。晋中御前，日后还需杨青费心操劳。日前还多亏你舍身相护，伤得不重吧？臣皮糙肉厚，还有甲胄在身，不碍事。话说回来，现在若要再议抗金，阻力必然极大。杨青可知朝中还有何人志同道合？臣道行在时日较短，不敢僭越妄论朝政。只是如今官家若想破局，只需在百官中找出1人即可。什么？召回？你们没听错，朕要召回李纲、李相公，重定留在中原的抗金大计。使不得呀！2个月前才罢免了李纲的相位，现在再召他回来，成何体统啊！更何况好此竟敢对官家言语不敬！自靖康之后，这大宋朝还真有什么体统吗？但凡有半分，何至于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是，官家神武，定能扭转乾坤，痛击金钩。臣的意思是，即使不召回李纲，官家也必能收复河山。不错，李纲他还是陛下控制朝堂，简直是无父无君呐！这蠢货总算有点用了。那就先不召回李纲了吧。只是康大官之前也说到了人心所向，如今行在匆匆南下，恐怕会失了中原的市民之心啊。有了，不如就先召开朝议，让朕也好好看看
这满朝文武人心。这驯鸽的拆屋理论果然好用。我先说召回李纲，你们大力反对；再说要召开朝议，你们就不好反对了。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来自21世纪的民间智慧。官家要召开朝议，自然无妨。只是而今行在之中，东西两府和6部的属员都不齐备，不如就先从近日上奏书的廷臣中召见2位来咨询一二。这些奏书都是被他们筛选过的，肯定也都是投降派。等等，这是……朕看这2封奏书立论严谨，思虑忠纯，貌似可以一见。官家圣明，资政殿学士吕好问本来准备往知宣州，只是道路不尽，这才没来得及走。殿中侍御史张俊素来耿直，这2人都是公认的道德人物。既然康大官也推荐了，那就见一见这2人吧。去请。启禀官家，如今情形，强行起兵实难与金人抗衡。一是朝廷财用不足，江南巴蜀的财物因战乱难以续接，所以需要先派重臣前往疏通。二是前朝我军屡战屡败，兵将都畏敌如虎，此时强行开战，只怕会雪上加霜。有意思，分析得很准确。虽然没有主战，但也不是单纯的跑路求和，是个制约宰制的好人选。朕明白了，吕学士果然好见识。如此，即日起就留在朕身边，以备咨询吧。啊，学士和御史走了，难道？接下来，张御史，说说你的高见。臣今日面圣，并非申论主张，而是臣要弹劾宰相黄潜善、书将汪伯彦乃侍省甲班康履，他们蓄意隔绝内外，意图不轨。臣唤请召回光文殿大学士李纲，重定抗金方针。来了，电报他终于来了。杨义忠说的果然没错。御史，不错，御史位阶虽低，却可以监察百官。根据传闻奏事，职责所在，为求晋升，御史往往剑走偏锋，不与当权宰职妥协。官家只需多召御史进谏，早晚会有聪明人替官家破局。没想到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聪明人。官家，张俊先是上书弹劾李纲，现在又出尔反尔，明显是要哗众取宠。他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我若不弹劾李纲，奏章何时能到御前？明明是你们这些奸贼蒙蔽圣听，截留主战奏章，隔绝外臣进谏，贪生怕死，罔顾家国大计，一刀未斩！国家明鉴呀，臣等一片赤诚之心，全是为了官家呀！哎，康吕，事到如今，你也莫要再狡辩。奏章之事，一查便知。我等确实铸下大错。王伯彦，你在胡说什么？唉，老夫实在悔不当初，不该为了权势盲从于你。天下岌岌可危，你我却一心争权，贪图安逸。你可忘了自己的地位全然仰仗天子圣眷，而天子位尊却是基于江山社稷，天下市民啊！都押下去，关入大牢，听候发落。怎会如此？昨日我还是百官之首，宰相都要看我脸色，杨义忠这厮还得被我撑伞，其他文官武将最多受到贬斥，只有我肯定会被处死啊！之前想要难逃的可是官家呀，我不过是迎合他的想法而已，现如今却一朝失了圣眷，就猪狗不如了吗？
们隔绝内外，是官家被妖邪附体了。那日在京中，我亲眼看见有妖物，一定是妖物夺了官家心智，否则怎会如此？大官，你我相识多年，我答应和你去扬州享受富贵，就是圣明天子，决心留在中原抗金，变成了妖邪。咱们之间何至于此？竟敢怨对天子，插出去！不，官家，官家！本想留他一条性命，可惜。康吕伏诛，黄潜闪遭流放，汪伯彦罢官，雷霆手段下，朝中再无争议。月余后，李纲重返行在，主掌朝政。李纲手腕强硬，力排众议，坚持行在迁往南阳，要以此地为陪都，观察形势，再联络西部援军。我听说前军的路线临时做了调整，这可和计划的不一样啊！你想做什么？误主？小鱼小虾杀的再多也是无趣，我要南下青龙。区一个丁进，居然能阻隔行在多日，这些武人真是懈怠。刚离开亳州，就遇到叛军丁进占据颍水，不得不在扎营停步，也难怪李湘这么生气。我意已决，首先行在不可不兵，在京东两路剿匪的御营使司刘光世不可妄动，可调左军统制韩世忠来此平叛，再调后军统制张俊前往寿春接应。诸位以为如何？此乃老臣之见。官家以为如何？官家以为如何？啊，就依李相所言。还有一些不小势力的官员，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停的互相攻击弹劾，统统都该严厉斥责。就依李相所言。被贬至广南的张所能堪大用，应该召集留守山东，统御刘光世。就依李相所言。叛军阻碍钱粮，行在用度需要一切从简。就依李相所言。此事官家工人繁荣，应当就依李相所言。还有，就依李相所言。嘿嘿，退朝吧。看来赵构对朝中主战派的伤害真的太深了。李纲对我的成见和防范依旧颇深。远在东京留守的宗泽也是如此，一再上表要我重回东京。他是生怕赵构逃得太远太快，才不得不发表如此激烈的言论。现在我想要抗金，却是没几个人会真心相信。官家，前方已是界沟阵，人多嘴杂，还请官家放心，朕知道分寸。朕只是想看看。没错，我看到的一切不是穿越的幻象，不是空洞的陈词奏章，不是听起来感到麻木的数字，只是还未被战乱蹂躏荼毒的人间烟火。好香！德远，你再迟些回来，我们都快要饿死了。身为御史中丞，也得按时吃饭啊。官家给每个人都发了姜吃，你们却好意思跑来我这里瓜分。反正托你的福，我们都难得再吃到姜食了，必须搭配烫酒。慢饮，慢饮。此次行在才买得了姜池，令闻官家分毫未尝，尽数分给了百官家眷。如此圣天子德行，可媲美古之明君。那李相公却咄咄相逼，不仅在朝堂上还是官家，
还抨击官家外出扰民，等行在安稳于南阳之后，他若依旧如此无度，我定要狠狠弹劾于他。袁振兄多虑了，李相没那个野心，也没可能成为权臣。以李相为首的主战派之前受到太多打压，如今起复，心里有不满和猜忌也属正常。若不能容忍李相的跋扈，如何能让满朝文武相信官家如今是真的想要抗金？其实官家真要表现抗金决心，就应该立刻北上，御驾亲征，浴血杀敌，迎回2日。大事不好了！金兀术来了！赵大人、胡大人，李相命你们速去参加朝会。赵大人，李相命你即刻出发，催促韩世忠进军啊！黄河下游，金兀术大军兵力5万不止，现已渡河，直指京东东路。自梁上坡往东，黄河沿线全线告急。可恨，怎么如此快？为何被人阻拦？谁敢拦？谁又能拦得住？金军势大，我们绝技不是对手。还是快派使臣前去议和，多少拖些时日。还议个屁！早该快些南下才对。闭嘴！适才主张南逃议和的，再有此投降言论者，一律罢免。还有胡说什么北上迎战、御驾亲征的，统统罚俸半年。金军距离行在还远得很，都慌乱什么？此事我已有决断，金兀术此番孤军渡河，必不会过于深入。我料他应当是想在京东东路劫掠一番，只要着令刘光世、张所死守坚城，避免野战，等金人抢去那些金银财货，总会退去。诸位可有异议？我有异议。是我有异议。官家，金人断不会只出一路军马，金兀术也断不会止步于山东。金人建国不到15年，骤然膨胀，内部权斗必然激烈。开国皇帝阿骨打死后，却是其弟吴七买继位，但阿骨打的那些皇子早已成年，他们势必会觊觎皇位，而皇子之中，尤其这位4皇子最为跋扈。完颜兀术此番南下，又岂会满足于区区经营？兽群争斗，上位者不但要善于厮杀，更要长于狩猎。猎物的优劣多寡，更能佐证兽王的地位。诸位也是从东京一路过来，为何还会抱有侥幸的幻想？说直白些，朕这颗脑袋才是金兀术最想要的猎物吧？官家，我等纵然万死，也断不会让靖康事变再现。金国国主吴七买和都元帅詹罕绝不会傻傻等着金兀术抢了头国，但他们自恃身份，也不会和金兀术来争抢朕的头颅，因此他们必然会聚重兵从西路南下，直取洛阳、陕州乃至关中。届时中原尽皆沦陷，社稷倾覆，大宋再难光复。官家，那不如转去扬州，一怀而守，并以东京、山东2路夹其后。东京、山东2路能出兵，何至于被讨？若守不住，又该如何？那就只能走江南，守长江。金人破得了黄河，就一定跨不过长江吗？猛兽最善从背后扑杀猎物，背向他们，唯有死路一条。面对野兽，自比猎物，定然百死难生。但若自以为猎人，大胆直面，即使难以杀之胜之，却也更有希望震慑对方。哪怕打痛一次，也能令其却步，甚至逃窜，不敢轻易再犯。官家，臣一向主战，也希望可以一战，但此刻真的无兵可战呢。哎，李相，并非朕刻意针对你，你与郑武国师确属一流，但若论起行兵之事，你我皆是外行，所以要说能不能打，还得问问真正领军的能。说起这个，他可是天生的将种，今年39岁就已经攒下了
种种神仙战绩：18岁从军，26岁单骑杀入西夏敌营，斩杀西夏驸马；33岁以底层皮将之位制秦方腊；38岁靖康之乱中以50骑对金军2000骑，斩首对方军官，逼退金军。这种传奇人物就是国家的栋梁，忠心的名将，所有宋传的倚仗啊！他的名字就是韩世忠。国家大事不好，那天杀的韩世忠造反了！朝廷休要胡说！那韩世忠虽然顽劣，但向来忠君爱国，如何会反？官家陛下，此事千真万确。臣等奉命前去迎接韩世忠，结果对面白池镇便撞上其兵马，不想竟与其中的统领发生口角，对方未有多言，便路认屠戮。于是被枭首示众，臣等奋力跳河逃亡，依旧被他们射杀数人。距离行在不过20里，他们放言必要赶尽杀绝。官家，速速走吧！这没道理啊！韩世忠的忠诚度没满100也应该有99啊！官家，人都靠不住，臣愿前去斥退叛军。官家，臣请领班职，剿叛军。官家，都闭嘴！杨仪忠，末将在。带领诸班职封锁大殿，不可让消息外泄。速带官家从后殿离开，务必确保班职护送官家渡河。等等，前军部署作乱，并非韩世忠本人呐，何须惊慌逃窜？官家，乱兵一旦开了杀戒，便断无退路。韩世忠前军至少2000部众，行在只有数百班职，一旦冲击行在，犯下不忍言之事，韩世忠死罪难逃。这样下去，韩世忠不想反也得反。走。李相，朕一走了之，可行在诸人。官家，乱世之中，这种事在所难免。不，要结束这乱世，要抵御金国，失了诸位公公，只靠朕这么个不成器的官家，如何能办到？官家的心思，老臣已然明了。今日之祸，全是臣粗疏所致，官家千万莫要自责愧疚，失了志气。社稷的复兴，全系官家一人。大宋可以没有老臣，可以没有行在诸臣，唯独不能没有官家。我想的实在太简单了，以为穿越了就一定自带光环，可以解决一切。李刚适才那番话，分明是诀别遗言，我却毫无办法。像那传说中的岳飞，现在也只有20出头，还不知在哪里蹉跎。唯有这韩世忠，如今39岁，身经百战，武艺绝伦，正是一名将领的黄金年纪。韩世忠相当于刘备麾下的张飞，可笑张飞的前军作乱，刘备就得扔下所有人，顶着寒风淌过冰碴子过河。等等，张飞，刘备，我现在要逃，不就是因为担心韩世忠会被迫造反吗？可是那是李刚他们在不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的，所有人都会怀疑，所有人都该怀疑，唯有我是最当完全信任韩世忠的呀。诸位，事到如今，老夫只有一言，能为国家死节，莫失了最后的体面。昭鼎，你可知韩世忠本部驻扎何处？在万寿县后的金沟镇。距此多远？ 40里。杨一中，带他上马。
去，给我匹马，我也去。官家，前方是叛军驻地，从哪边可以绕开？绕过东北方向的山坡，跨过一条小河即可。可是官家，那韩世忠当真如此可信吗？不好，有人埋伏在此！别慌，他们人数不多，必不是本部军马。诸位可愿信朕？立无悔，追随官家。很好，朕义信韩世忠必不负朕。杀！什么？邢在来的使者？哼！这些邢在的老爷们儿真是聒噪，屁本事没有，就知道吹。有能耐去找叛军唧唧歪歪呀！你们这些蒙儿，回去告诉那些老爷，老子明天就会赶去邢在护驾，再敢三更半夜扰俺清静，小心！领头的红袍怎么有些眼熟？难道良臣韩青，朕的御营左军统制，韩世忠麾下前部造反，杀了朕的御史。朕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只能够抛妻弃子，扔下邢在文武，来投奔你了。官家，一时仓促，只得这些面食。无妨，有劳韩夫人了。好吃，来，诸位动筷子呀！这汤饼又长又宽，味道极佳。这厨子怕不是韩青从绥德老家专门带出来的。哈哈哈哈哈！官家居然毫不紧张，这气度，这胸襟。哈哈，痛快！这怕是穿越后吃的最安心的一顿饭了，有大腿抱的感觉真好。官家，邢在得到韩世忠一去平叛的消息，振奋不已。但百官依然担心官家，老臣只好带人前来接应。来这么多人，都足够开个小型朝议了。李相呢？李相旧疾复发，南下病榻，叮嘱臣等谨遵官家旨意。还算他有自知之明。那就是官家吗？那看着比俺儿子还小嘞。看个屁！躲一边去！臣献上首级一颗，好叫官家知道，作乱的贼厮已经被臣亲手了结了。这么快？怎么拼的？该死！我才刚吃完呢。臣领军前去，距离叛军10里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防备，臣便带百骑突击，轻易擒获，当场斩杀。那他们为何作乱？据说是因为邢在要求所有平乱所获都要先行上缴，再行分配。这些贼厮乃是降军，不懂规矩。请官家放心，臣素来知道邢在清苦，一路上连道祖、佛祖身上的金粉都刮了。此次战力，臣一定不会贪墨，尽数上缴邢在。良臣，朕不是……哼，韩世忠，你纵容手下劫掠成性，对降军缺乏管束，陷官家于危地，竟然想用区区财物来抵消此等罪责吗？官家，臣要弹劾韩世忠，请罢免此人一切职衔。你这鸟人，再敢信口胡说，老子就把你……怎么着？良臣是觉得朕的御史今天死的还不够多吗？哪里，官家误会了，臣是看御史大人发型有点乱。松手拿开！官家年纪不大，可我怎么一听他说话就犯怵呢？赵卿，你是觉得朕会无视法度，肆意放任韩世忠？臣不敢。
还是得官家治你们这些鸟人。自靖康后，乱兵四起，湘军杂糅，良莠不齐，而大军又要赶期，又要持续平叛，出现些许意外也是难免。官家明鉴，但越是危难时刻，越要讲究制度。良臣，今日委屈了你，可会怪朕？官家如此说，臣不敢委屈。韩世忠御下不严，部署擅杀御史，侵扰行在，免去其承宣使，去御营左军统制，为全统制，依旧暂领御营左军。去了职，到底兵权还在，只是可惜没了太尉的名头，威风小了很多呀。官家好手段，给了大家交代，也多少敲打了韩世忠。良臣，你且过来些。是。站直了。近看之下，骨架着实突出，双目犹如鹰眼，难怪史书中夸他风骨伟岸。哎，夫人，官家看老爷的眼神怎么怪怪的？官家，这如何使得？良臣，你评判有功，本该重赏，奈何行在空虚，此腰带你万不可推辞。以后见了我也不要弯腰了，因为我能够直起腰来，向来是良臣一直为我扶腰作胆。官家。我的手要断了。至于区承宣使，何必多想？你我君臣相逢，无非事成事败。若将来事成，难道朕还不如唐朝天子对郭子仪，舍出个郡王与良臣做做又如何？郡王，郡王。官家冒险突破叛军阻碍，看似鲁莽冲动，实则直破关窍。对执掌大军的将领，表面维护，实则敲打削权。一条玉腰带，一次握手，一个郡王的口头许诺。别说韩世忠，怕是听闻此事的武人，都会誓死效忠。如此胆识，如此心计，如此手腕，得此认主，是上天在庇佑我大宋社稷啊！良臣，为何要摘下来？官家赐予的宝贝，可不敢带着上阵。臣这就连夜去平了丁进，为官家拔除后患。良臣，大可不必。区丁进之流，刘正彦他们再无能，早晚也能够平定。朕如此倚重良臣，岂会杀鸡用牛刀？正好，吕相等人也都在此。朕想问良臣一句：逃了这么久，朕委实不想再做丧家之犬，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爹娘，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把金人赶走，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你们从没见过金军吗？我们可是从东京逃过来的，金人就是恶鬼，根本打不过，连皇帝老儿都在难逃了。趁还有命，赶紧逃吧！也许有天，连逃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难怪。建炎元年冬，金军再度发兵南下，知济南府刘裕献城投降，淄州知府赵明诚弃城而逃，青州知府张侃被杀殉国。赵宋官家携东京两路难民、壮丁、府库及市民转向淮水、寿州避战。队伍太庞杂了，官家这是要效仿刘玄德，携兵渡江啊！
只是难得官家如此仁心，大部分人却还说官家是要南走偏安。今日已经多起纷争了，难民之间的，官军劫掠的，氏族冲突的，死伤颇多。也不能怪他们多想，毕竟谁都知道，南阳才是坚守中原的要地。现在改道去了淮上，官家还让李相先带着皇家亲眷先行去了扬州，稍有动荡，就能直接过江偏安，再难回头了。唉，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听了那话，都不会敢再去南阳直面金人了。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官家，臣不是个怕死的人，今日受了官家如此恩典，更不会惜命。但臣也不能信口胡说，辜负官家的期许，平白折损更多士卒。如今的情况就是，我军和金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金人一路南下，气势如虹，平原野战无可匹敌。即使臣等集结所有大军，数倍于敌，正面交战，也绝对毫无胜算。唉，真是何其讽刺！我这种历来主战的人，看到官家终于放下出战的念头，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可又担心官家真的会过江偏安。但打又不能打，逃又无法逃，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你们不要小觑了官家，可别忘了，官家与韩世忠最后还有一番言语。竟然如此，连良辰也动。假如依靠水师地利防守呢？依然很难。我军已对金人畏之如虎，战力不是靠环境能弥补的。不过，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或许还有一丝机会。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让他与臣配合。张中丞，张中丞，吴延通部署将官劫掠难民士卒，引起巨大骚乱，死伤数十人。官家下令务必查清，首恶当斩立决。吴延通可是韩世忠留下的心腹啊！明仲、元振，你二人最为公正，务必顶住压力，为官家明正典刑，再不能多了士气。是。等等，在金岭安顿难民士卒过河后，务必信任官家的抉择，千万不要留在后方。不过，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或许还有一丝机会。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让他与臣配合。哦，什么人？此人占据地利，且军中资历深厚，虽不擅长野战，但长于守备。如今正驻扎在寿州下蔡，但他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若非官家亲自出面，绝难让他出兵。此人正是御营司前军统制张俊。13年前，完颜阿骨打与白山黑水间起兵，短短10年间就覆灭了幅员辽阔的大辽。北方格局大变，常年征战，金人军队无往而不利，他们的野心岂止于此，于是2度发起南侵。靖康之后，京畿被劫掠烧毁，河北、河东沦陷。但金人愿意议和，并非是已经满足，只不过是人口太少，难以支撑过激的侵略。如今消化的差不多，他们到底还是卷土重来了。完颜兀术越过黄河，济南、资州、青州接连沦陷，他扑来行在也是早晚的事。但是张太尉，朕自离开东京以来，一路从河北逃到京东，从京东逃到应天，从应天又逃到这里，朕委实不想再逃了。在这淮水之上，我军能否守住一战？官家，臣。张太尉，你回答朕之前，须想清楚，你我二人相识于河北，皆是没落，
那时候没有你，朕就是金军耳料。拥立之功，朕与你自然不会身份，所以朕都无需赠你腰带，就诚心向你发问。但在此国家大义的事上，你也要晓得，如今你若离了朕，便会重新沦为道边野犬。官家，臣不敢推诿，也不敢妄言。3万，只要敌军不超过3万，臣敢保证死战不退。但若超过此数，臣实在……来，伯英，无需这么拘谨。朕很高兴你能如此坦诚。3万，这个数字果然与韩世忠所言相合。朕与韩世忠推演过，此次金国东路有10万左右。听闻济南又有民众与起义军起事，完颜塔赖需要统领5万军力镇压，同时进发大名府。完颜兀竹必然孤军前来。如今他距离此处还有6个军州，不求镇守这6州的刘光世死战，只要他坚守城池，就能层层拖延金军。等金兀竹通过防区，长途奔袭之下，还需处处分兵守御。届时来到淮水的兵力必然不超3万。借助地利，我军成犄角之势，必能成功防御。官家果然智计，但如果对方兵力超数，也请果断渡河撤退。放心，伯英，那是自然。兀竹，你在说什么糊涂话？此番南下，大国主的旨意说得清楚，乃是要取京东东路，请外围1万河北。如今战事顺利，你等立刻折返河北，攻取大名府才对。哼，大名府的留守杜冲已经跑了，有什么必要去打？俺自然是要去抓了南边的宋国皇帝，真正取了中原这花花世界。国战大事，岂可因你个人野心临时生变？你不能因私废公。哼，俺个人野心，叔父，你跟着汉人混久了，装模作样当真有一套啊！别以为俺不知道，此番出战，国主已经许了章邯河北和河东之地，更许了你鲁地，要封你一个鲁国国主。你和章邯难道不是假借国家之名为个人谋利吗？既然如此，俺堂堂太祖之子，有本事取了中原，就算到了国主面前，也敢争这口气。胡闹！你真想南下，何不先完成国主交代，与俺一起平了鲁地，没有后顾之忧，岂不安全？那不知要等到何时啊？万一宋家皇帝在开春前逃过淮水，那可就难寻了。叔父，你放心，俺不用你的兵马，还会再调2万大军去攻打大名府。俺只带3个万户南向，输赢计较都只在俺自己，你答不答应？俺去6个营，考虑考虑。叔父请便。真让你说中了，兀竹那小子果然不会安分。他仗着太祖之子的身份，铁了心要立刻南下。俺到底要怎么回他？你可得好好帮俺出个主意。小秦学士，冀、北2处瓮城已经修葺完毕，多段城墙也已经修补好，各处守备所需弓箭、弩机、木垒、碎石、焦油也整备妥当。最新一批的少骑还没有回来，但结合前几批的情报，新降的济南府百姓发生暴动，刘裕向完颜塔赖求援，而后者已然即刻发兵支援。完颜兀竹也分兵前去接应。如此推算，金军此次南下，兵力必然不会超出3万了。但是伯英啊，刘光世那边为何久久没有回信？此次关键也在于他能否层层分治金军。官家大可不必如此忧心，也许是信使途中遭遇了乱兵等意外。那是有大股部队从北面过来了，快派少骑侦察对方究竟是敌是友。
是溃兵，是北方来的溃兵。数量怎么会这么多？为何逃得如此急迫？难道是金军罗旗，拐子马？不如这样，你若执意现在南下，也得应许俺一个条件：此去寿州尚有刘光世掌控6个军州阻隔，你得先平了刘光世，俺方能许你南下。叔父，这套说辞是你帐下那个汉人幕僚教的？自然是小秦学士。不如，你可不许找他麻烦。哼，俺谢他还来不及呢，明天俺就给他送7、8个美女。这是刚送来的军报，刘光世放弃所有军州，全军不战而逃了。既然如此，你送钱就好。小秦学士是最怕老婆的。救命！救命！混账！溃兵足有数千，金人不过数十骑，居然就被如此驱赶屠戮，宁可跳河被冰水冻死，也不敢回身拼命吗？居然畏惧金人到了如此地步！官家，臣这就亲自领兵驱赶金人，收拢溃兵，查清状况。来人，备马！儿郎们，那封国军节度使刘光世不战而逃，此乃天王诏书。俺要你们10日内急行至寿州，擒杀赵官家，一起坐享中原富贵。擒杀赵官家，一起坐享中原富贵。登州、莱州、维州、宜州、密州、淮阳军6大军州同时遭到金军主力猛攻，京东东路全部失陷，敌军总数不下10万之众。怎么可能？晋军居然有10万南下！完颜帕赖和完颜兀竹合兵才10万，怎么可能全军进出？而且刘光世所辖京东东路6州方圆1000里，人口200-300万，他麾下兵马至少7、8万，为何败退得如此之快？官家，军国重视，想必刘太尉不敢谎报军情，晋军必然没有10万，很可能是完颜兀竹建功心切，不顾一切进出本部5万。官家适才也看到，如今我军畏敌如虎，被一击击溃，也不是没有可能。可若是据城坚守，也不至于。官家，现如今事已成定局，具体如何，刘太尉到来一问便知。可眼下最重要的是，敌军数量远超我们预期的3万之数，而且晋人行军迅速，不出10日，想必就会迫至城下。官家，请快做出决断，放弃此战，即可渡河南下吧。直去扬州暂避也好，甚至渡过长江也罢，臣一定为官家坚守下蔡，争取更多时间。渡河吧。去也别打了，让官军先行。逃难的百姓有10几万，溃退的军官也有5、6万，下蔡以及上下游的渡口皆是人满为患。张太尉带兵维持秩序，已然斩杀了100余乱兵，但各种混乱依然难以避免。官家，还请下山前往寿春城中暂避，以备不测。不，就在这里立正，金人很快就会杀过来，不看到他们安然渡河，朕实在难以心安。别抢我东西啊！
这里是……原来那些都是梦啊！小伙子，脸色怎么这么差？生病了？道长，我没事，刚才看书睡着了，做了个噩梦而已。这么有深度的书，很难得的年轻人啊！我哪看得懂？打发时间而已。还挺谦虚。可以可以，能不能请你帮老头子一个忙啊？小伙子哪里人？多大了？啊，本地的，21了。正年轻啊，真好。要不要老头子带你去天净宫算算前程？咱这涡阳老子庙可是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有我带着，可以给你打个8折。咱这儿有离儿保佑，灵得很呐。道长，都说了我是本地人啊，谁不知道隔壁陆毅那个才是真……等等，你找我帮忙，不会就是想骗钱吧？还一口一个老子、李耳什么的，完全不像正经道士嘛。怎么会呢？再说了，陆毅和咱们这儿离得这么近，说什么真的假的？这样吧，你要是帮了忙，就再给你打个5折。道长再见。小伙子，你别急着走啊！哎呦，不算命不算命，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帮忙。什么？有小狗掉进九龙井里了？哎，道长，这种事儿你就直说嘛，干嘛拐弯抹角的？这不是怕你不答应吗？不过这狗咱本是不想管的，奈何他家里人常请咱吃饭，真不好意思眼睁睁看着人家的狗在井里遭殃。这早听说为了凑酒新挖了8口腹井，但这也太敷衍了吧，连个像样的井口都没修啊，完全是个水泥坑好不好啊？这就是那个小狗吗？看样子只是伤到了腿。放心吧，道长，我这就下去。好深，一人不入庙，2人不看井，我是犯了什么忌讳吗？总觉得下去就会死人。救又不救，走又不走，是在糊弄天下人吗？区区一条狗，怎么跟天下人扯上关系了？答应的事就得讲诚信。这是救又不救，走又不走，你是在糊弄天下人吗？沙财起火了！怎么会这样？下载渡口为何会烧起来？回官家，是奉国军节度使刘太尉，他麾下3000西军本部、2000王德部，还有京东收降的3000副庆部，抢了渡船过河后，放火烧了渡口。什么？我不是让他只送难民过河吗？他怎能擅作主张？来人！官家，还请官家务必忍耐。此时行在只有3000余人马，而刘太尉的8000精锐已然登陆八公山渡口。若官家此刻追责，万一……官家，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求见。这是要逼着我表态啊！让他来，宰相、学士、御史，还有营中将领，让他们全都来。官家，
臣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拜见官家。相别数月，今日终于重见天眼。臣之前在淮北为金人追击，又受张郡王员排挤，几乎以为此生再难与官家相见了呀！从来不会说谎，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但他违反我的命令，带此二将跟随他渡河，的确是事实。刘钦，金军暂且不提，你说被张太尉和王太尉排挤，是怎么一回事？臣本该受命留在下蔡，协同张太尉拒敌，但臣军中将士为金人大举杀伤，势难再战，更影响守军士气。臣便想着，不如先行带他们渡河休整，再向官家报告。他这么说，倒也算有几分道理。但王张二位太尉却不许臣引兵夜渡，他们占用了大半船只，臣的伤病居在渡口，人心惶惶。失控之下，开始抢夺渡船，不想却发现船中皆是张太尉之前剿匪所获巨额财货。原来他们是要输送财物给行在和后方显贵，以确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且他们早在行在中安排了内应，要在官家身边抹黑臣。此人正是张郡旧部杨一中。官家，军中将士为国拼杀，却被贪逼之辈漠视，诈奸浮财，有人气愤难平，有人见财起意，再难约束，导致失控纵火，还请官家息怒，只责罚臣一人治军不严之罪，我要追责臣军中将士。王太尉，此事你作何解释？官家，臣，王太尉，事到如今，不要再被张俊遮掩了，老实交代，官家才会对你从轻发落。王太尉，究竟如何才是国家忠臣之道？你该明白，快招认吧！官家，臣无能，臣有罪。官家，事情已经如此明了，还请官家为臣做主。诸位，吕相公、汪相公、张忠臣，你们的看法呢？一反常态的全体静默，看来他们多少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否则早就吵翻了天。连张俊这种嘴炮强者都放过了这个机会，还有人频频偷看帐外的王德和傅庆。而王渊这个被告自认有罪，却不多做分辨，还不跪不叩，明显不是认罪的模样，就差把委屈二字刻在脸上了。看来他们都觉得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刘光世主力尽数渡河。刘光世虽然没有拥兵自重之意，但却有拥兵自重的实力。可这刘光世不准备造反，他整这么一出是图什么？只是打了败仗而已，宋军打的败仗还少吗？等等，主力部队能够对抗张俊守军，还能够顺利渡河，说明编制未乱，战力犹在。这根本不是溃兵该有的状态。难道他不是战败？他根本就是不战而败。官家，韩将军有文书送到。韩世忠。吕相公、汪相公、张忠臣，诸位卿家的意思，朕明白了。辛苦诸位。官家，王太尉的意思，朕也想明白了。你和韩世忠都曾是刘光世父亲的旧部，刘氏父子向来厚待军士，如今你为了昔日恩义，情愿替刘光世担罪。官家，臣绝无串通军中大将，臣只是……刘太尉好大的威风！你竟不许朕把话说完吗？不敢。但诸位不辩不语，无非是觉得刘太尉棋高一招，木已成舟，而张太尉以及下蔡军民
困在淮北必死之地，不如干脆放弃，否则逼反了手握金兵的刘太尉，再来一次陈桥故事。官家明鉴啊，臣为师愿望，臣岂敢……你若再敢打断朕说话，朕就当你是想要这张烂椅子了。想说话，就先领刀把朕赶下去。臣不敢，臣不敢。哼，你当然不敢。但凡你还有半分胆气，也断做不出这种荒唐事。韩世忠已经查清了北方战事的真相，执掌6个军州，方圆1000里，人口100万，兵马7、8万，却连金军的面都没见到，就闻风而逃。可你不敢战也就罢了，却敢谎报军情。3万敌军，你夸大到10万。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罪行，你更是不惜构陷同袍。你自作聪明，拥兵胁迫行在，当真以为朕会姑息你吗？王德、傅庆，你2人上前来，回答朕。太尉与天子孰大？自然是天子。很好，那么麻烦2位亲家帮我拿住刘太尉2只手。官家，臣知罪了。臣只是因为官家也不想打，所以才揣度错了圣意，但臣忠心一片啊！官家饶了臣吧！官家万万不可呀！哪有堂堂天子亲手杀将的道理？官家收了他的兵权，或者监押流放也可。臣官家以国家制度为重啊！哼，倒是忘了，我还从没杀过人。政府该如何下手？就是杀鸡那般。不，官家不可！朕宁可亡国，也定要亲手杀了此人。竟然果然来了！真的只有3万？这怎么看着更多呢？那刘光世当真是谎报军情吗？官家着手做得过了，这坏了大宋制度啊！临战之时杀了自家大将，算怎么一回事啊？是啊，万一当时王德和傅庆没有被官家拿捏住，他2人好歹算是中枢的，但刘光世本家那3000兵马呢？一旦哗变，该当如何呀？都是小事，你们别忘了，如今各地评判将领多是西军出身，都受过刘家的恩惠啊。什么声音？是山下大营传来的，难道真的哗变了？官家到！都别慌，只是士卒喧哗鼓噪，又不是造反。朕已派杨清去探明状况。禀告官家，山下大营并无大碍，王德和傅庆安抚了大部分将领士卒。刘光世的亲信虽然颇有不忿，但目前看来并无作乱之意，只是还有些不服管制、鼓噪不停的下级军官和士卒。表面上是为刘光世鸣不平，但其实是想在作乱前讨要赏赐。哼，这朕倒是略有耳闻。西军素来有层层克扣军饷的传统，中底层的兵卒军官只得以这种形式多讨些银钱。只是不想国难当前，他们已然无法更改陋习。若朕坚持不发赏赐呢？官家万万不可！如今军中没有宿将坐镇，士卒们很容易就会被煽动闹事。是啊，官家，此事不同刘光世一人，万一哗变，就算不造反，也会全营溃散难逃的。放心，既然如此，就发给他们赏赐。朕岂会吝惜区区财物？而且不光要照例赏赐士卒，传朕旨意，将王德提拔为统制，领此地刘光世旧部3000兵马，各地汇集来行在的物资和财物，也通通作为赏赐，发放给周边评判的将领，把带头闹着要赏赐的军官们都集结起来。朕要在大帐中亲自给他们发。官家英明。陛下，请再核对一下这批财物的清单。官家这次从善如流，
懂得安抚人心，真是不容易呀。若是早些听我们的，不杀那刘光世，省了多少事。你们当真以为官家是年轻气盛，一时冲动才杀人吗？算了，就当老夫杞人忧天，希望不要再出事端吧。还是张哥厉害，时机抓的简直绝了！听说官家要亲自来欣赏呢。哼，都学着点吧，见过天子，够你们下半辈子吹牛了。那是，这回赏赐不知道再够玩多久的。我这寿春城里的娘们贵不贵？干脆赏咱们一个窑子得了。官家驾到！如今军中规矩，见了天子竟然不用行礼吗？拜官家！哇，不愧是官家亲赏，这么多财货！诸位，赏赐就摆在这里，朕绝对不会亏待各位。但是朕的钱你们不能白拿，国家危难之际，敌军兵临城下，你们却趁机鼓噪要挟，不给朕一个明白的说法，这钱你们拿着不觉得烫手吗？官家，臣郑永贞从军10多年了，请容臣替大伙给官家讲讲，咱们真不敢要挟官家，只是这都是军中传统，不这么干，只靠军饷，大家伙根本不够活的。而且咱们老家先被金人回了，发饷的刘太尉又被官家宰了，身后无退路，眼前没出路，不得已，只有求些眼前的福财，方能安心。此事乃是臣带头，请官家莫要追责他人。拿了钱之后呢？是要战，还是要逃？得了官家赏赐，自然是要为官家卖命。要战要逃，臣都追随官家。很好，可还要替刘光世抱不平？这，臣不敢妄议官家决断，但刘太尉只是有些胆小，绝无什么坏心。也是多亏刘太尉，臣等才能活下来。只要能活下来，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官家，臣等区区马前卒，无力左右大事，但身负家乡父老之仇，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不想死的窝囊，就算是死，臣也希望是在一场胜仗中死。那朕就等着看你们接下来的表现。但刘光世一事，休要再出头。既如此，开始分发。官家，臣斗胆，另有话要说。何老三，张哥，你可别擅自替所有兄弟定了前程，我等自有别的主意。无妨，今日大家畅所欲言，说吧。何老三这是看官家年轻，脾气又不错，想趁机多讹一些呀。原来如此啊，这小子胆子真肥呀！官家仁厚，但臣等人从延安府到河北，再到此地，虽无太多功劳，但也挣得足够苦劳了。有不少兄弟和臣一样，着实不想再打仗了。希望官家看在臣等辛苦多年的份上，多发一些赏赐，最好还能安排个婚嫁，容臣等南下安家生活。赏赐皆是国库所出，你们想要退出军队，不再为国而战，何来赏赐可言？臣也是为官家着想，曾为军武之人，若没有家眷财物定居，难免被逼上山落草，届时为祸后方，也是影响前线战事啊。你说的在理，不过行在之中早已没有女眷，浑家的事儿正安排。愿意一战的留在这边领取赏赐，想要走的站在那边，一会儿朕从司库里拿一些财货赏赐你。谢谢官家。嘿嘿，这回还多亏张哥你了，兄弟们要去南面快活了。
你拿这么多赏赐，要小心有命拿，没命花呀！嘿，老子拿命换来的钱，花的心安理得，倒是你们一群没种的货，丢人！哼！官家，何必非要动用私库？把你的甲胄换为真啊！来人，替杨舍人卸甲。官家，难道卸甲？何大哥，你说官家能给咱们多少赏赐呀？哼，怕什么？给的少了，咱们还不走呢，就赖在这军中，都是自家兄弟，谁能干咱们？大不了再多拉些人，真南下去做贼。听说南面的女人可水灵了，多抢几个做压寨夫人。官家来了，后面跟了不少人，一定搬来了不少。这是怎么回事？是谁？走！朕既然杀了刘光世，就不怕再多杀几个。从今往后，你们这些废物兵，朕亲自领了。这些首级就是朕军中第一条规矩：为君而不敢战者，与刘光世同罪。从今往后，朕要亲自掌握军中赏罚，全军赏罚一并决于眼前。这次的事，朕不再追究。你们自去军法处领10个军棍，点齐各自手下兵卒，全部去山腰集合。朕誓死追随官家。我真傻，真的。吕相，官家此次威慑之后，不单军心一统，士气也难得旺盛，为何还要叹气？其实，谁不知道官家的心思呢？以此地优势守城，阻碍金军，提升士气，稳定众人抗金决心。可先杀大将，再杀军官，调遣老臣，孤注一掷，就真的能达成所愿吗？须知金军野战从无败绩，如今更是金兀术亲领大军，下才孤悬在外，说不定明日就会开城投降。我方才1万出头的可战之力，靠杀人威慑出来的士气，如何制胜？官家铁了心冒进，万一有个好歹，这江山可就真的……德元，我想好了，我一生都少与人争执，以往在朝堂上也没坚持过什么，但这次我真的不能再坐视官家粗暴无度的一意孤行了。就算这相位被官家拔掉，我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了。想什么好事？官家可是专门挑你这个脾气软的老好人来做相公，看准了欺负你不善争执，怎会放你解脱呢？吕相，莫要自欺欺人了。要是能劝动官家，谁会不劝？只是光用体统道德这些说辞，能劝动官家吗？自从官家夜奔平叛以来，形势何其果决，就连性烈如火的李相也要主动南行，对官家退让。现如今，官家更是亲手斩杀刘光世，枭首军中败类，行在之中，谁敢质疑官家？吕相，你敢说，若是一切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办，当真会有更好的局面吗？不说别的，只看眼下对岸的金兵，若当真袭杀过来，该如何应对？兄弟们，
和我一起杀光这些宋人他们，抓了他们的狗皇帝！放你娘的死放屁！赶紧走！什么？居然败了，还死了10几个！回禀四太子，河里等人立功心切，只带了30-40人渡河，因为宋人早已溃乱。岂料那赵宋皇帝居然没跑，王德、王爷查奉命出战，士气旺得惊人。哼，没跑？真的假的？好叫四太子知道，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金吾道烧乃是天子大驾专用。如今那龙道正在山中，那赵宋官家自然也在。哼，若割了这厮的喉咙，这些孙子又知道拽蒜，还什么稍有常识之人都该知道，俺不知道又如何？落到亡国降人之地，还要摆谱，真可笑。哼，那些南蛮子不过杀了俺们10几个人，居然也好意思大肆庆贺，吹吹打打，好生聒噪。算日子，应该是他们在过汉人的除夕。这赵宋官家没有逃跑，倒是有几分胆色。等俺亲手捉了这厮，他还不是得像前2年那个皇帝一样尿裤子？那四太子打算如何行动？咱们不伐木建造工程器械，反而到处搜剿船只，那是不打算进攻下蔡，那要强渡淮水，直取八公山吗？废话，那下蔡城高墙厚，墙吃下来，不知道要折损多少二郎。再来，咱们只为了那赵宋官家而来，破了下蔡，万一吓得他直接南逃，如何再续？反倒是留着下蔡，围而不攻。赵家皇帝为了吊住城中士气，必然不得不坚守八公山。等俺们一鼓作气渡过河，届时他再想逃，可就由不得他了。哼，强渡谈何容易？如今宋人坚壁清野，淮水北岸的渡口都被烧了个精光，渡船集中在南岸宋人手里。咱们手中一共不到30只舢板，短期之内根本无法运送大军。行了，哈里将军，你别总想着功臣那点功劳了，断得无聊。俺这就去河上转一遭，必能找到强渡策略。四太子，义军统帅怎能如此轻率冒险？咱们军法可是规定，将官若死，家属全要斩首。俺可不想此次出兵尚未见功就……放心吧，俺又不上岸，只是在河里看看而已。宋人忙着作乐，哪会注意到俺？大不了俺就立下军书，死了也保你们无事，如何？官家，这鸭子好吃得紧，官家为何不动筷呢？胡心好胃口，朕本不想在这节日扫兴，但是咱们这里张灯结彩，欢度佳节，下蔡城中却是黯然一片，物资无法运输过去，城中居民短期内更是无法安全过来。安抚的使人派去了几批，却没有能回来的，就连赵鼎也陷在其中。可想而知，下蔡居民是如何愤怒绝望。张伯英心中怕是对朕也多有怨恨。如此下去，朕担心与他之间的信任快要被磨光了。官家，臣原是张太尉下属，不如臣此刻渡河去安慰一二，想必如此甚好。杨舍人是官家敬事，亲自前去，张太尉必然能明白官家良苦用心。也罢，那就如此。杨青，你在码头煨后，朕准备一些东西，你一并捎去。是。唉，朕还以为只有杨青察觉到了，想不到你们竟都来了。官家，这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明明有更稳妥的方法，为何一定要犯险？万一张太尉有半点歹心，或者难以约束下属。官家，老臣自知软弱无能，劝不动官家。但官家亲手杀了刘光世，枭首逃兵，如今又非要死守淮水，执着已是孤城的下菜，老臣不理解，更不能为官家分忧，实在是万分难然。官家呀，真的要如此为难老臣吗？二位亲家的心意，朕全然明白。可是非要朕给出一个信服的说辞，朕也为难。只是朕也想反问二位亲家，为何汉光武帝当日只带13人也要拼死突围？勾践为何能够隐忍18年一朝灭吴？刘玄德为何宁可妻离子散也要携民渡江？楚霸王为何不肯过江东？便是完颜阿骨打，又为何要起兵反辽？安史之乱众，张巡为何要死守睢阳？出使金国的李若水又为何要喝马惊人，导致对方将自己寸折而死？明明他们也有更好更轻松的选择，朕不知道，但朕或许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情。有些事没有太多道理，却非做不可，否则我仇家恨意难平啊！这八公山真不愧天下闻名，朕在淮水之上折断南北，着实险要。四处地形复杂，要大军渡河，只能选择几个固定之处。这些地方早已有宋人筑垒防御，还真是难办。三太子，那边有宋人的船过来了。无妨，看样子应该是去下蔡送信的。半夜3更，顶风冒雪在这淮水之上呢。果然是个无名小卒罢了。守军的敌意很大，官家若有什么状况，臣先。陈府，放轻松，别露出破绽，反而让他们生疑。上了岸，别让他们通报，直接带我们去太尉府邸。杨一中，你胡闹什么？这大半夜的，太尉岂是你想见就见的？你们这些没良心的龟孙，在南岸吃香喝辣，把爷爷们扔在这里，还好意思来烦扰吗？别以为你是官家面前的红人就……臭小子，你怎敢擅闯青阳的？要是再拉我，官家，磨蹭什么呢？快滚，快滚！是。让官家见笑了。无妨，下蔡已是孤城，朕本担心伯英此刻会焦躁颓唐，不想还能如此精神，也是好事。让官家亲身犯险，在下御史、内侍简直都是罪无可赦，御前护驾不力，臣请斩杨一中。伯英，免礼，朕只是过来送些东西，说几句闲话。先打开看看吧。今日除夕，行在不得不设宴慰劳群臣。可朕一想到下蔡的情况，想到当初在八公山与你所说，觉得无论如何也要送你一份过来。只是此时冷了，明早蒸一蒸再用吧。下面还有一层。这是刘光世居然真的死了？郭贺当夜死了，朕让王德和父亲按住他的双手，亲自动刀杀死在身前，然后割下首级传示三军。今夜专门取来与你看一眼，就是怕你不信。
其实大过节的，带这个过来未免扫兴。可若不带，又不知还能带什么。之前对俺送旨意来说此事，臣还以为只是讹传，想不到堂堂刘太尉，昔日世代西军将门之人，一朝身死，地位还不如一只鸭子。不说这些了，这也是与你的。琉璃葡萄，这可是极其贵重的宝物啊！官家，这可……刘光世闯下大祸，虽死，却也于事无补。朕此番过来是来安抚你，做一番姿态，但也知道不一定有用。即便你弃城跑了，朕也无话可说。可不送来这几样东西，说几句废话，朕这个官家，此时又能做什么呢？朕不求你死守城池，指望你看在社稷、君臣、天下人的份上，撤退时提前给朕一个口信即可。朕早知你爱财，行在诸臣皆言，贪财者必贪生无益。但朕知道，还有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卿若不负朕，他日朕必100倍、1000倍奉还。太尉，官家已经上船了。本来我想着让赵御史也一起回去，但他见到官家后，反而死活不愿南归。官家并提拔他为知州，留下协助守城。太尉，好，知道了。太尉，我看官家并没有为难我们的意思，求一求，或许就准了咱们出逃。太尉若是选择坚守，何不趁机表一番忠心？为何如此失魂落魄，不发一言呢？小田儿，刚才真的不是一场梦吗？你说，如此推心置腹之人，软中带硬之辈，真的是赵宋官家？什么？窃降张俊？不错，俺已经派了使者去下菜，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张俊，你这贪财忘义的小人，居然打算投降！你不得好死！愧对社稷，愧对官家！你出来见我呀！小田出城了吗？小的亲手用吊筐送田将军下的城墙，他已经与京使顺利接洽，一同前往金营了。官家，老张我这次可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回禀四太子，小的没求，幸不辱命。张伯英那厮果然看在俺是他同乡兼西军袍子的份上，好酒好菜奉上，还让他那2位小妾出来见面。说重点，再多屁话，小心俺割了你的舌头。是。小的已经成功说服张军献城投降，还专门派了心腹前来详谈。这位田将军，那可是张太尉的左膀右臂。张太尉说，他可以作为全权代表。好，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俺家太尉说了，若要献城，只得黄金1000两，白银3万两，金子用来买官，银子用来买城中士族民夫。至于俺家太尉，就看四太子的诚意，什么珍宝财货之类的，倒不挑剔，关键是要立个字据，免得有人事后反悔。立字据？你家太尉当这是在市场做买卖呢，是不是还得俺再找个人来给他担保啊？张俊也太贪了吧！收买军官还说得过去，哪有买士族民夫的道理？要想就利索点，信不信俺们明日就起炮砸城？哼，张俊的名声俺早有耳闻，只是大军中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金银财货？回去告诉你家太尉，打个对折，俺可以考虑事后补给他。实话说了吧，
老官家对俺家太尉着实不错，要不是刘光世烧了渡口，让夏菜成为孤城，太尉是绝不会降的。但眼下局势如此，真要是被逼做了降人，太尉也不愿领兵对抗赵官家。城中本部1万人马，外加1万精壮民夫，还有7、8千北方溃兵，合计3万余人，粮草无数，批价者7、8千，我们太尉都可以交出来，只求拿了钱财，为关西祖宅养老。对于财货问题，俺家太尉可算得很明白。刘光世家底丰厚，四太子一路追着刘光世而来，此时军中别说1万两金银，怕是10万两也拿得出来吧。一座城加3万军民，换四太子1半军资，这买卖可是绝对划算。你们怎么看？这张俊是真心要降吗？管他真假，咱们准备好炮车，他敢作假就起炮砸城。你们这些汉人最懂汉人了，你们来说说。回禀四太子，学生以为这张俊是真的要降。仔细说来。那张俊是出了名的贪财，贪财的人必然怕死，更不会有什么气节可言。他要是有心坚守，何必诈降？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他开出的条件如此细致，明显是精心计算过。若是一心求死之人，哪有这般花哨的念头？对，俺也是如此想的。哼，说的不错。你叫什么？学生石文斌，曾在沂水做过知县。很好，俺现在升你做个参军，此事就交由你和梅乔一起去办。是。嘿嘿，老尚，这回你可赚大发了。那些黄金白银就不说了，光这些古玩字画，那都是价值连城啊！今日也不懂行情，兄弟们全给你忽悠来了。多谢梅兄，放心，回头少不了你的好处。兄弟，我可不会占你的好处。一会儿拿着赵志忠的脑袋祭旗吧，俺带去四太子那里，正好交差。好说，既然是你老梅的意思，那今日就见此血了。这厮真是迂腐，嘴没堵住，连最后一顿都没得吃。赵鼎啊，赵鼎，反正你都要死了，何必逞口舌之快呢？还是咱们石参军识时务，堪称文人典范。诸君，今日在此召集大家所为何事，想必诸位也都明白。如果我张俊要降，你们有多少人和赵志忠这般不乐意的？各位，刘光世那混账东西暗算陷害俺们，现在的文官老爷们也不管俺们死活，会守着死地孤城多日，也毫无援兵希望。就算降了，谁也没话可说。就是，对，可俺们也有疑问。这赵知州今日一直哭喊，说官家昨日夜间冒雪亲自来城中安抚太尉，可真有此事？不可能，一派胡言！赵家皇帝肯定早就跑了，你们别被骗了。哈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况亲身进入孤城这种冒死之事？赵知州忠心可嘉，不过这故事编得属实是漏洞百出啊。没错，确有此事。妈，老张，你咋这么实在啊？就算死真的也不用认呐。官家他扮成士卒，带着杨大郎过来送了些东西，说了些话，勉励我守城。官家果然没有扔下咱们呀！下菜还有救！官家是真心要抗金。
那传言中斩了刘光世也是真的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哈哈，刘光世堂堂一方大将，古往今来也没有这种先例啊！对，从来就没有。刘光世的确死，官家亲手所杀，就是怕我不信，所以把手机也一并送来了。让我看看，真的是刘光世？没错，刘光世真的死了。让我看看。呀，老张，你这么老实干什么？太尉，既然官家是真的有心抗奸，俺就豁出这条命去陪他。要发财，你们自己走了便是。俺决定死守下菜。俺也是。对，俺也不走。不行，麻烦了不是？何必呢？我就知道会这样。既然你们如此说，我倒是舍不得你们了。太尉，这是要跟我们刀剑相向了？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老张，快把刀收起来。各位，命只有一条啊，都是爹娘给的，何必为姓赵的江山赴死呢？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一向贪财，只要有钱赚，什么也不管。但你们不知道，我其实比你们想象的更贪。1000万两银两算什么？这锦绣河山才是价值无限。更不明白，我早想得明白，如果只是做狗奴才，守着金山银山，随时会变成一滩被人踩成稀烂的臭屎。守住下菜，守住咱们的国家，还有咱们的尊严，换来的不只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光荣，还有下辈子也享受不尽的富贵。所以再问一次，诸位，愿随我死守下菜。死守！吃娘贼的，居然中计了！哈哈，金兀术真是活该，白白被骗了如此多财货。哎呀，张太尉此举堪比草船借箭啊！听闻张俊那个财迷，不但把骗来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的军士，连自己多年的私房钱也拿出来犒军了。最后发现忘记扣上副将田世忠，居然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给下嫁了。不枉官家如此信任张太尉，冒险雪中夜渡去见他，如此胆气，如此眼界，臣等叹服。官家着实英明。一根腰带拴住了最泼皮的韩太尉，一刀切了军中地位最高的刘太尉，如今用一只鸭子填饱了胃口最大的张太尉。这炉火纯青的御下手段，没谁会再不服气了。官家，军人派了使臣求见。召集诸臣一同会见吧。自天福2年，敝国与贵邦订立海上之盟以来，敝国致力于推翻辽之暴政，一向恪守承诺。然贵邦屡战屡败，敝国为救盟友，不遗余力，胸怀坦荡，赤诚以待。辽王于失德失信于天下，贵邦却重蹈覆辙。天会3年，贵邦公然背弃盟约，我王师不得已兴兵讨伐，造成生灵涂炭，百姓罹难，此等滔天罪孽，贵邦责无旁贷。敝国如今有2臣，一患昏德公，二患重昏侯。2臣在皇宫阶下，日夜叩拜思过，忏悔赎罪。我王师仁义，不愿擅起刀兵，唯望贵邦主君识大体，明时务，早日归降，定可被保举，锋芒尽绝，长岁平安。
大听东路军先锋大将完颜宗弼敬告。混账！胡说八道！这是什么荒悖谬言？一派胡言！二圣在北方奇耻大辱啊！愧为人臣啊！苍天无眼，豺狼当道啊！官家生父兄蒙难，折损殿下威仪，臣等百死难赎啊！恳请官家责罚。动！日哭到夜，夜哭到日，难道还能哭死董卓吗？说要赢回二圣，需主公与朕一起振兴国家。今人此番劝降折辱，无非是那完颜宗弼被张太尉骗了太多钱财，心下气不过，才搞出这种挑衅诛心的幼稚手段。史文彬，朕说的可对？外臣算了，不必回答，免得为难。听闻你做过知县，曾是大宋的臣僚，想必肯定有过青云之志，期盼能够位列朝堂重臣之中，见证历史风云。今日恰逢其会，你倒是能够以另一种身份亲眼见证我大宋中枢的重大决议。东府相公吕好问，西府相公汪伯彦，县台中丞张俊，中书舍人胡盈，御营都统王渊，内侍省大牙班蓝圭，暗门之后杨仪忠，兵进翰林学士林景默。臣在，臣在。朝臣就位，剑指齐背，遗旨在册，公然寻衅。朕将定国策5条，迎发翅膀，昭告天下。官家能否等召回李纲、李相公、徐景衡、许大参之后再说？可笑！官家特意避免他们2个强势相公参政，就是明摆着要借你来堵住朝臣们的异议呢。来不及，也不必等他们。今人都快踩到脸上了，何须在意细枝末节？正如经史所言，我朝多年来一直心存幻想，期盼和平，父兄遮遮掩掩，态度暧昧。两国大小战事多年，依然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今日，朕便断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想。国策第一，便是宋金两国再无友邦盟约之意，明定双方开启国战，不死不休，号召天下各处勤王抗战。所谓人无分老幼，地无论南北，凡自认宋人者，遇金人之时，皆当据土为战。只要抗金，无论军官义军，都追认告身。这国策2，即日起，天下文武百官，任何人不得与金人议和，否则一并罢黜。国策第3，年节之前，不得以暂时屈身金人者，皆许反正归宋，唯有3者不赦。1是有违节度，谎报军情，如刘光世者；2是为虎作伥，镇压大宋军州市民，如知济南府刘裕者；3是有受金人军职，出谋划策，魏蜀敌国，如知沂水县石文彬者。官家，臣附议。臣附议。第4，加迎清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御营使、门下侍郎李纲为平章军国重士，总治3省。这是要立李纲为托孤重臣啊！那么接下来，官家一定。第5，朕决意驻守八公山，与金人死战。若赢，则继续北上抗金，收复故土；若败，则请暗门之后杨仪忠替朕了断。由李相在扬州扶持皇嗣继位，延续抗金大业。朕可战死，国家不可沦丧。哪怕赵氏不存，但凡有豪杰能收复河山而救万民者，自当取河山自用，为万民之主。宋可亡，天下不可亡。户才林景默，家中排行第9，刚过而立之年。虽然此等年纪已然为寿州州牧，如今更是一跃成为翰林学士，但我并不以此为傲。
虽然我儿时并未经才绝艳，没有被冠以神童之名，但其实是我刻意低调。我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早在懵懂之年，就已然看清了人心人性。爹总是故作威严，高声厉喝，但我知道他根本不舍得下狠手责罚我，尤其只要我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当，让他面上有光，其余时候再顽皮，他也会咬牙包容。兄长们虽然一向和颜悦色，但我却深知绝不能抢了他们的风头。只要适当装傻，反而会在他们互相角力之时，成为被积极拉拢的对象。学堂里的同窗，有谁貌合神离，有谁假意逢迎。入室后的同僚，怎样钻营投机，怎样拉帮结派，我通通看得一清二楚，但我从来不说。这是我轻松游走世间的不二法门。再隐匿的情绪，再纷乱复杂的形式，于我眼中如池塘一般透明。只是如此俯视芸芸众生，久而久之，还真有点寂寞如雪啊。不过今日，我头一回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新官家继任以来，一路难逃，任谁也会觉得朝廷绝技不敢再战。我守在这南下必经的淮水寿州，果然等到了行在进驻。早听闻新官家难逃窘迫，我专程奉上本地特产鸭肉，果然博得官家好感，破格升为翰林学士。可仔细听闻了之前官家的种种叛道行径，日前亲见他各种匪夷所思的杀伐决断，我不得不承认，以前对局势和官家的判断大错特错。这种失误不该出现在我的人生轨迹中，一定是由于之前战乱、情报混杂，才导致我分析不当。可如今我已是天子近臣，按道理我应该能看清楚。可我引以为傲的眼力却完全看不明白了。官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如今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说不上来。仿佛有一层雾气遮蔽，连官家的面貌都模糊起来，甚至于隐约还有一个虚幻的影子围绕在身边。看来纵然淡泊如我，面对失败也不能免俗。居然急火攻心，看到了幻象。不愧是乱世中诞生的天子，当真有天命庇佑。能够追随这样的君主，不仅能让我的眼力更上一层楼，未来不可捉摸的未来，难以预料的局势，才是更加有趣的存在。那赵宋官家当真专门点了你的名儿？老石啊，别哭了，你想想，要不是你归顺了我大金，你这种重置一样的小角色，几辈子也没机会被赵家皇帝记住啊！不管如何，俺的计策成功了，宋国皇帝中了俺的激将法，乱发旨意，不会再逃。明日咱就发兵，搭浮桥渡淮水。为何如此仓促？多等几日，物资齐备一些，不是更稳妥吗？缘故有三：其一，春日将至，气温说不定就要转暖，春汛时期渡水会更加困难。其二，什么守土抗金、不许议和都无所谓，唯独招募义军民兵这种事，俺倒不怕两淮的盗匪民兵前来支援，但来一波就得打一波，总是费时费力，倒不如趁早了断此事。其三嘛，赵家人一向狡猾，对岸那位此番失控固然是实情，但却未必是真要死守。那个小官家很有可能只是表面壮怀激烈，实际是存了哄骗所有人，然后趁机逃亡的心思。等船只物资齐备了，他早跑过长江了。总之，俺已经将事情安排的万全了，明日渡河，你们可还有言语？谨遵太监将令。
对了，老石，你只说了什么国策檄文之类的，这份单独给俺的回复文书又是怎么回事？除了中间那一个印，半个鸟字都没有。印章还有些糊，赵家皇帝连好些的印泥都用不起了吗？这怎么还有些馊味儿？这吃无个屁呀！大胆说，俺又不会吃了你。是不是那个姓赵的气急败坏，写不出文书啊？只能盖个章，破口大骂啊！回禀四太子，赵宋官家说我大金野蛮粗鄙，不配得到正式的回复文书，然后就赔了一口痰，加了个印，让臣带回，说这就是对大宋挑衅的态度。今夜你就留在帐里，哪儿也别去。是。官家，战事将近，为何休息的越来越晚了？丈夫，你也知道，我是头一回上战场，当真有些心虚，没什么把握。其实，官家以前上过战场，坠井前邢在遭遇叛军，臣就在那一战中被官家看中，调任御前。不过叛军与金人差距极大，此战不止官家，就是臣，也是第一次直面金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也是怕死的，但眼下这时局断不能推。我所颁国策时，拜托你帮我在失败时了断，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若真的到了那一刻，政府，我能信任的就只有你了。君言，不要啊！我真的不是细作，我不会投送。放过我们吧，我们真的诚心投降啊！少废话，既然赵宋官家发了旨意，少不得你们中会有人乱动心思。都是些没用的废物，却也不能任你们在大战之际乱跑。不要！我愿意低头，我愿意改变。救命！救命！这些金人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用木桶浮香做这么简陋的浮桥，还将渡口设置在下蔡2里之外。张太尉，咱们完全可以趁机率军出城，迅速将这渡口捣毁，冲击一波。赵知州，这金人怕是专门选了这处地方，由我们出城。看似区区2-3里地，但咱们这全城2-3万人送光了也未必过得去。那夜袭呢？或许可行，但应该来不及。这是何意？莫非这浮桥1日便能成？不需1日，恐怕大半日即可。日暮时分，更是能度过千百精锐甲士。金人的敢战，绝非寻常啊！1年前，金国2太子沃离部率军强渡黄河，我军以为可靠天险守备，结果沃离部居然率领1众金国权贵当先去甲，伏马淌河。金军气势如虹，我军将士大骇，纷纷不战而走。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而今日，城外的金国4太子兀术，当日也在沃里部麾下为将。如今，此人也必然不会失了身先士卒的气魄，恐怕浮桥一成，
他便会不惜性命，强令全军渡河。金人打浮桥的速度好快，眼看就要到河心了。这时候夏才不应该率先出击吗？我方水战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王德至少应该派船去江面上射箭袭扰才对吧？官家，要不要派人下去催促王爷茶，让他速速发兵阻断浮桥？不必。官家，要不派人去下蔡，让张俊出兵？不用。官家，何妨移驾到山下阵前渡口，亲自擂鼓以壮士气？胡生人糊涂了，若一开始倒还可以，现在龙道一动，不知情的将士还以为官家要逃了。既如此，为何之前军议的时候，诸将竟无一人请官家临淮督战呢？为何？因为朕今日在这龙道下坐着不动，便是2个泼天大功：一是激励军将士气，二就是替他们拴住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纸上谈兵之辈。今人无船渡河，弃马弃甲，张俊、王德都是军中宿将，你们不通军事，为何还要1个2个指手画脚？浮桥快成了，金军已经开始上桥了！给我上！给我下跪了！我军水战开启，王德终于要出击了！猛手，上桥准备迎敌，全速航行！前锋船只准备点火，中军大船准备撞击核心浮桥，前方舢板火船即将接敌，发令旗，50步之内再点火。攻守准备，弩手交替，交叉放箭，别给他们点火的机会。这些宋军就是来送死的，这点人还想扛住咱们的射阵吗？嘿嘿，俺们这边安全接收一只舢板。那边有草垛被电着了，放心，烧不起来。宋人前锋7只舢板都归俺们了。可恨！金人的弩箭威势太大了，前锋居然丝毫不起作用。不妨靠河中心直接撞过去。小心，宋人大船来了！向落水的鞑子放箭！别让他们上来，射死这群奸党！秦哥，咱们的船动不了了。什么？桥杉木堵住了前路，浮桥下面有渔网缠住了轮桨，也无法后退啊！不好，金人要爬上来夺船！战机已到，除了这些大船，还要什么浮桥？乌鲁浑、鄂鲁多，随岸杀上去！俺二兄那般不世之功！快放箭，别让鞑子上来，射死这些进口！大金国东路军先锋上将完颜宗弼在此，速速跪下受死！杀！秦哥，不好了！靠北侧的飞岑号被金人夺了，金人占据高点，开始向咱们旁边的刘月号传射。刘月号上的老五死了，进城了。老五手下开始跳船溃逃了。金人已经夺了2艘船，马上要杀向咱们这里了。完了，居然被夺了大船！这明明金人不善水战的。金人连战连胜10几年，士气、装备、军威都在巅峰，敢战敢拼敢死。我军士气低迷，接战击溃，大部分军士根本不敢抵抗，见到敌军就跳船逃跑，真是彻底垮掉了呀！官家，并非臣等不愿抗敌，真的是咱们的军队指望不上啊！金人夺了船，马上就会登岸，官家还请退，退，还要退到何处？总得有人站出来扭转局面呀！这是一时半会儿能扭转的吗？还不是得从长计议。从长，都多少年了，计议出了什么？河上战局未定，尚有船只待命，你怎知我们就毫无胜算？你看看他们的样子，纵然人再多，见了金人就腿软，怎么可能赢？
但凡有一人站出来抵抗，局面也不至于如此。老陈，你们他娘的快放箭回击啊！秦哥，金人很快就要杀上来了，咱们快放小艇撤退吧。再等等，金人示弱了，他们的箭矢消耗完了，后续增援还没上来。老陈，你现在带着1队、2队守住船舷，给俺争取半炷香的时间。猴子，随俺下舱。是，这船守不住了，咱也不能便宜了金人。猴子，点火，放下小艇，让弟兄们从南面下船。秦哥，你这是？俺要去烧了那2艘大船，有种的随俺一起，不想死的就上小艇。秦哥，你在说什么糊涂话呀？何必为了官家那点赏赐拼上性命呢？你去逞能，留下俺们这些陇右的猎户，以后在军中岂不是要受尽欺负啊？是啊，七哥，就算金人用船渡河，那也是明日的事啊。咱们当兵吃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日已尽了本分，没来由为此送了性命啊！哎奶的，一群混账东西，你们懂个屁呀！胡子，都别拦他，让他去送死，不识好歹的疯子！七哥，俺和你一起去，俺给你吃顿。那就随俺一起烧船。四太子，宋人把最南边那个大船烧了。哼，想不到宋军中还有如此能决断之人。传令下去，不必管那艘起火的船，全力追杀溃逃的宋军，准备清理阻塞，防止火势蔓延。把剩下的大小船只驶回北岸。烟雾越来越浓了。快救命！悄悄上爆上了火药！灭火！灭火！灭火！后桥的人在哪里？坏了，火势控制不住了！跳船！快跳船啊！下去剁了那厮！金人太多了，你们上船，轮盘给我，你来有奖。我们绕到北面那船去，别让他们跑了！居然以1人之力杀了过来，咱们的人不善水战，看这样子拦不住他。宋人之中果然也是多有豪杰，幸好这样的人不在他们的达官显贵之中。今日不可无功而返，必须保住一份战力。传令放箭，集中船射，不分敌我，务必拦下那厮。放下！七哥，退了吧！金人的箭矢，咱们可以了。放屁！事到如今，烧船杀敌，我说官家佛祖也对得起。都是废物，看俺的！俺猛吸正气，在这淮水之上，为大宋守土拒敌，坚决不退！放箭！不退！七哥，掉头回去，回去救七哥！可是个屁！就是死，也不能让七哥落在大子手里。真是个难缠的好汉，去，割了他的首级，也算俺此行难得的战利品。四太子，阿里将军在岸上打西域，通报有敌情，万分危险。危险？怎么可能？烟雾后面的是
啊！狗日的破韩武，耍什么威风？见县城的罢了。居然是风帆海船舰队！旗帜莫不是韩世忠？太好了！如此雄壮的舰队，封锁河面，今日无论如何也没本事过河了。苍天有眼啊！幸好赶上了。四子，还好您安然无恙。可恨！宋人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大海船？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宋人，可恨啊！四太子饶命！战场起伏，小胜小败都是常事罢了。为了份文书就鞭打下人撒气，少妇吃亏就一惊一乍。哼，这点气度，还不如端坐在对岸的那个小官家。整顿人马，回营。早在韩世忠从河北转到京东两路平叛之时，为了预防金人从海路入侵，彼时中书就命他一边平叛，一边收拢各地海船。朕与他商讨在此拒敌之时，他的舰队就屯在淮口涟水郡。若非有此依仗，朕也不敢单靠天险守御。淮口至此近1000余里水路，能否及时赶到，乃是胜负关键。所以朕才严令不得泄露丝毫军情，并非信不过诸军。官家，军情已缓，京东两路退下来的要员已经恭候多时，是否不急？让他们继续候着。此刻当务之急是要去探望今日之战的功臣。猴子，七哥怎么样了？官家，是官家来了。听说是专程来探望七哥的。七哥值了呀！你们都别进来，朕单独与他说说话。官家果然来了，就知道官家会来的，俺也猜到，官家肯定会被俺的样子害到。俺今日为官家长了脸，我这个死人得要个大官做，能风起云子的那种。这是自然。张青去后，若将来寻到你留在延安府的家人，长辈和妻子封诰命，儿子也一定给个大大的阴官。非止如此，将来真有一日太平了，朕封你张永贞做个淮河的河神，给你起庙，受天下人的香火。俺这种人如何能做神仙？只是还有今日战死的兄弟。你放心，将来定和你一起成仙。今日赶战之事，朕绝不会亏待。还有，婚家要是改嫁了，俺心眼小，官家是，我知道，须不给他诰命。还是给他吧，他也难。若是延安府找不到他们，指不定是回了陇西老家。我都记下了，你妻子无论是否改嫁，都封诰命。延安府若寻不到你的家人，可去你老家再找。你放心，我都印下。只要能打回去，一定替你找到家人，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仅是你，今日战死的将士，我都会尽全力给你们一个结果。管家，你对俺们如此痛快，有句话若是不说，俺是对不住你呀。你立的金线，我让外头人听。俺知道，管家是收买人心。俺一开始就知道，俺今天在河上发了疯，根本就不是为了管家你，不是杀周心，也不是为了杀上次恩典，俺就是想回家，想回家，想疯了。对不住。长青，听闻官家先去探视那些丘巴了，好像还大哭了一场呢。看来官家是成熟了，这种收买人心的手段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听闻此番死掉的是那个叫什么勇什么真，只是个准备将而已，追赠规格也高不到哪儿去，最多就是一个五品的协中大夫罢了。这种军混子能得天子哭丧，死的也算值了，说不得以后还被编排成戏文呢。谁说不是呢？赵大人，不妨将这件事说与尊夫人知晓，兴许能催生一首好词，也未可知啊。喂，小子，这些饭食酒水可是给我们准备的？诸位大人请见谅，这些酒食是官家特意吩咐送给韩将军的。韩将军整备舰队上岸后，官家说要先行慰问犒劳死伤将士，命他在官家帐内候着。什么？让韩世忠在帐内好吃好喝，让咱们在外面吹风受冻？重武轻文呐，这是官家做戏给那些丘巴看，也太过了吧！韩世忠那厮也忒不会做人，找机会必要参他一番。对，参他。官家到，参见官家。诸位，今日为了犒慰军士，将你们晾在帐外大半日，你们可会怪朕？臣等丧徒败师之人，岂敢心存愿望？官家今日之胜，乃是史无前例，以兵家为重，自然是合理。只是臣的知道便好。今时不同往日，陈规陋习早已随二圣北受了，一切事宜都以抗金为重。今日只是小胜，金人依然虎视眈眈，灭宋之心昭然若揭，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刘钦，日前有广南志士北上秦王，但因为奸相黄潜善乱政，将他们视为反贼，困在江南。念你曾经也算和金人有过交战，并非完全失了骨气。朕打算委任你为江南西路制置使，去彼处收纳部队，平定治安，再引军北上支援，可能做到？臣绝不负官家今日恩殊。朕居然还升了半级。官家，臣赵明诚同其戴罪立功。赵钦，自古艰难为一死，二生不能死节，凭什么要求你们呢？便是朕，也不过从南京一路弃地逃到淮上，
纵然你是一兵一卒未发就弃城而逃，朕又怎么能够给你定罪？又何来戴罪立功之说？可是，国家沦丧之时，文臣中悠然有李若水、张叔夜等人敢去死节，武将中有张永贞这种人敢独自向北而战，所以讲，苟且偷生这种事固然可以容忍，但不能够一直容忍。而且你我君臣是非多错，总该心知肚明吧，总该知道何为羞耻吧。臣等有罪，罪该万死。罢了，散去之前赠你们一首，据说是易安居士嘲讽你我的名篇，望牢记在心，既作鞭挞，也当鼓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国策第一，号召天下各处秦王抗战。国策第二，任何人不得与金人合议。国策第三。行了，这些陈词滥调没什么好听的，念点实际的。据最新的消息，官家成功在淮水之上阻截了完颜宗弼，听说是倚仗韩世忠搜罗的海船，封锁了河面，金人进退维谷。金人虽然早有分兵，派遣了2个猛安从上下游绕行，试图前后包抄八公山行在，但这2支部队由于孤军深入且道路不熟，耽误了许多时日才成功渡河。下游一支正好撞上了韩世忠驰援的海船舰队，被包围全歼。韩世忠是沙场老将，因此料到金人必然也绕行上游，因此他放火烧山，引诱上游的金人出发，成功覆灭敌军。完颜宗弼不敢攻下蔡，也无法渡河。据说呀，气急败坏，每日鞭打下人泄愤。父亲，这您怎么看？怎么看？我在听他吹牛放屁。父亲，您贵为东京留守，何苦要去操劳那挑土担石的粗事？北上为官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不适应中原的饮食，唯有开封这条街上一家小店的羊肉汤饼能让我暂忘乡愁。一日劳作之后，来一碗热气腾腾、浓香扑鼻的羊肉汤饼，那滋味何其美哉呀！可如今，即使我做个所谓堂堂东京留守，再欲一尝这民间美食，也成了妄想。那店家不是死掉，就是逃难去了，此生怕再也回不来了。岂止那店家一户如此，靖康中虽然金人一直未有屠城，却把工匠、财货、军械、粮国掏尽了，而我军几十万溃兵更沦为盗匪，将自家都城洗劫一空。当年100多万的人口，如今只得不足20万的孱弱老幼。你看，这都快到掌灯的时候，却看不见几缕炊烟。曾经鼎盛繁华、风横裕大的东京城，现在已然是一座鬼城啊！所以说，我这样的有什么好娇贵的？我不通兵事，往日为官名声又不好，
不出去转转，亲自做点事，谁能信我这个留守会死在东京？只是一想到羊肉汤饼，我就上火。这次来劝降的金使，就直接杀掉吧。什么？可是，父亲，那是使节啊，而且城外还有随行的护卫部队。哼，拒土抗金，官家说的吗？我已经命马子忠去提金使的人头，说什么也晚了。至于那什么捞神子的护卫部队，区区100人而已。我记得没错的话，今日在外巡视的可是那小子。大哥！别过去！别过去！他是故意设骗引咱们过去的。别看了，你大哥没救了，早说不该冒险出来春耕。谁先把他射死，就是50两；射空的输100两。住！看到没？俺这次定住了那厮的左脚，俺给你们开开眼，把他的右耳给……不打！小心，在后面！人娘贼，是个送兵，只有1人也敢来送死。周围或许还有埋伏，放响箭，把弟兄们都召集过来。这次很难得，别射死，留他半条命慢慢玩。当心，杀财不简单！宋军怎会生得如此生猛？其他兄弟们来了，围杀了这鸟厮！那不是咱们的旗帜，该死的，被围了！可恨！大意了，居然有埋伏！大哥，大郎，你怎么样啊？放心，他的伤势不致命，军医很快会来为他包扎。谢过将军。俺长大了也要学将军一样大打子。兄长，你总是如此冲锋，也太不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了吧？宋狗，爷爷今日栽了，但你们休要得意。待俺们女真大军前来，你们都得被剁碎了喂狗。哼，或许吧，不过那又如何？中原如此广博，你们女真真能散出去多少？即使我们弱比蝼蚁，只要能不断表示，也可将战果不断扩大，早晚会直捣黄龙府。拜见宗相公。下官已将金使拿下，随行一众叛国降人，皆已正法。很好，子冲，也让平素那些对你有非议的人好好看看，卖国求荣者会有什么下场。你此番南下觐见官家，我正好也要派人秦王面圣，你可随他军中一起前往。他年纪尚轻，性格有些执拗，可能不好相处，但说起抗金，可谓是悍不畏死，斩获战绩更是留守司第一。嘿嘿，说曹操，曹操便到。来，你们认识一下，岳飞，岳鹏举。拜见相公，末将今日巡城，擅自围杀了100余起金使护卫，特来请罪。行了行了，你小子在我这儿装什么装？那些金狗在这里岂能做什么好事？杀了最是干净，我还能怪你不成？有要事告知于你，先去后方换洗包扎一番吧。我命人给你备热水更衣。行了行了，没你们什么事了。接下来我和他有话单独说。子冲莫要见怪，此人
当真是难得的将才。今年不过25岁，家父对他是处处呵护，连我这亲生儿子都要嫉妒了。想不到此人相貌平平无奇，周身的杀气却甚是浓烈。岳鹏举，你可知罪？年前腊月你出征前，我是如何说的？非不敢忘，当时末将以500骑为踏白使，往泗水关侦察完颜宗翰大队。宗相公原话：汝罪当死，无事不问。今当为我立功，往事敌视，故得轻斗。是这话。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末将违背了相公的军令，临阵相斗敌军，大队而返。是啊，你这算是违背了我的节制和军令吧？恩相，末将。其实按军规，当日你擅自脱离王彦部，前来东京之时，便该死了。留守司上上下下，人人都说该杀你，我还是赦免了你。腊月那次也是，你公然违背军令，我非但没有责罚，反而大力奖赏，提拔你做了统领。你知道为了什么？因为末将能抗金。不错，万事以抗金为先。你与王彦的分歧在于抗金方法的争议，违抗我的节制也情有可原。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吗？你说对不对？不对。如今的留守司，万事系于相公一身，皆以情势或宽纵或严制。相公真欲收复河北，平定中原，便当恪守军律，严格军纪，否则绝难练出可以对抗金人的真正强军。彭举呀，你这个性子，随便换个相公，早不知斩你几十回了。也罢，就当你觉得我肚中能撑船吧，所以才知无不言吧。只是你所说的练兵之法，不是我这个留守能做到的，那应该是你的抱负才对。统御三军，执掌数十万兵马，放眼与天下局势的帅才。感谢恩相栽培，非惭愧。末将已改了当年的执拗性子，只是格外清楚恩相心意，才放肆说。无妨，既然咱们都了解对方志气，互为同志，就不要扯这些了。今日找你来有3件事，请相公君旨。第一，你这段时间战功卓著，我打算擢升你为统制。这是文书，季青部还给你加上你在华州救出张会残部1000人，他们都服气你。明日我再给你凑几百套甲胄弓矢什么的，弄个3000人的样子出来。第二件事，收州那边来的檄文和战报，你怎么看？以韩将军的海船舰队封锁江面，确实能阻截金人，但想必完颜宗弼的军队也只是不得推进，没有伤到根本。可无论如何，总是好事。欲复河北，非一朝一夕能成，需大军数十万迎敌主力而胜，方能成事。而欲成精兵数十万，非官家出面定下决心与方略，再据东南、荆襄、巴蜀、关中，乃至两淮、中原之权力，否则断无可能。你胸中果然有沟壑，这是好事。可惜我在河北就看得清楚，这位赵官家内里之不堪，不比他父兄少半分。只是此人极善伪装，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着体面，其实懦弱不堪，
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这些檄文战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鬼知道实情如何。摊上他们父子3个官家，真是国家之大不幸。唉，扯远了，不说这些。总之，此番还得要你前去秦王救驾，官家到底是要圆乎一番的。末将领命。恩相，那第3件事？对，差点忘了。来，彭举，上榻来，给你看个宝贝。这可是个好宝贝。彭举，你且来看，此乃太宗皇帝留下的平戎万全大阵图，这是我在宫中找到的，今日专门与你，如何？要不要带回去慢慢看，回来再与我交几篇心得文书啊？这太宗皇帝的阵图当然是极好的，只是我一个小小统治，领3000甲胄不全的兵，恐怕是用不到。你只说此物没用，而我宗儒森不知兵，闹了笑话便是。仔细想想也是，若这阵法有用，咱们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我是太急于让你造成大器，却不想是论道于盲，病急乱投医了。恩相且放心，用兵之道，末将自有成算度量。什么度量？战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试，方能取胜。我听不懂。意思就是……不必解释了。说到底，用兵方面你是行家，心中有技巧便可。先去一起吃饭吧。不敢叨扰恩相。我嘛，明日便是元宵节，却要你远征，一顿饭算什么？你此行若是能尽忠报国，多多杀敌抗金，你下辈子的饭老夫也包了。今日该你有口福，老夫正好馋了，搜罗到了少许羊肉，我亲自下厨给你做羊肉汤饼。恩相，您忘了上个月您亲自下厨把伙房给烧了的事吗？此一时彼一时，老夫的厨艺那是一日千里的长进。彭举啊，你用兵比我在行，说的也更有远见。子冲啊，我也知道你一心为国，受了不少委屈，但你们更需知道，很多事不是道理讲得通就能做下去的。有人知道如何做国家才会更好，可偏偏做不了主；有人自以为做了利于国家的事，却适得其反。更多的人则完全不在乎国家的兴亡，只关心自己的得失。我和李纲这种不通军事的相公，虽然诸多问题，颇多错漏，但好歹能顶在前面，让你们这些年轻一辈的武人可以充分成长发挥。换作是黄潜善那类全歼上尉，你们岂能再有为国报效的机会？非我顽固不认错，眼下的情势，能守住这防线，让你们有空间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便是我最大的功劳。
可抗金之事，非一朝一夕。你们作为武人，有我们的资历吗？有进士的身份吗？有这个年纪和拥立之功吗？所以啊，当我们不在了，你们若想成事，不仅要收起性子相忍为国，更一定要懂得自保和结识内外援护，要保重，再保重。我真是太自以为是了。自靖康来，所有人，包括官家，都在南逃，只有宗相一人在坚守东京，鞠躬尽瘁，收拢溃兵，团结义民，硬生生地撑住了局面。这岂是单靠用兵之道能做到的？不通兵法又如何？不善战又如何？凭什么非得做诸葛武侯？这样一位七旬老人，在废都上能做到这一步，足以称作天下第一帅臣了。凭什么要求他做个完美的玉柱？就算只是一根瘦削的铁柱，也是擎天之柱。拜见太尉。听闻你是营中刺青手艺最好的，俺明日出征，可能一夜妥帖。太尉放心，俺单手独龙背岩的手艺可不是吹来的，甭管什么图案、什么地方，一夜保管妥帖。那便好，须将4个字与俺深刻在背上。文龙画虎才是威风，鬼神菩萨更是霸气，单是文字怕镇不住看客呀，也配不上太尉的鹦鹉啊。我又不是给他人看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记住。是，敢问太尉要文何字啊？尽忠报国。什么？岳飞、岳鹏举？宗相遣信使先行通报，却说是令其麾下统领岳飞前来请王，但此岳飞是否乃官家所言的岳鹏举，信中并未提及。官家，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听闻官家经常询问啊。没有，朕只是从几名普通军士那里听说过此人，顺便问问。岳鹏举，似乎没听说过有姓岳的大将啊。岳家，莫不是江南那边新崛起的暴发户？淡定，这么激动，可是没有皇帝范儿了。那么岳飞现如今到了哪里？还有多久会到寿州？回官家，那岳飞领了3000人，顺着汴河一路向东南而行，但到达南京时，突然收到军令，转向朝北面偏东的广济军而去。哦，可是东京有变，宗相紧急发令。并非是东京的军令，此事颇为曲折。当日那完颜屋主率军直扑行在而来，却也没忘了夺取大名府的任务，于是派遣手下大将韩常引2万大军前往。而金国3太子完颜鄂里朵更是为了自己的弟弟，亲自引军至河北以作接应。那大名府留守杜充却是直接弃城而逃，城池即日沦陷，整个河北再无正面战场。但我军却有一支部队收拢溃兵后，从韩常、鄂里朵大军的空隙中闪转腾挪，巧妙地撤到了广济军地界。而此军的将领正是西军中资历最老、官位最高、名气最大的一位，更是当初在河北有拥立之功的北道都总督杨维忠。正是此人在广济军定陶城发布了紧急军令，征召附近部队前去集结。官家，
可还记得此人吧？杨太尉嘛，朕自然是记得，怎会忘记？若是他的军令，那就不奇怪了。只是他为何要发此军令，想要做何动作？这最新的探报还未到，可能还需几日才能得知。或许杨太尉是被官家檄文和胜利感召，要集结大军渡河北上反击。说不定是要去打青州，灭了完颜达赖。哼，笑话！完颜达赖数万精兵，能随便打得赢河北，还会沦陷吗？那是不是他有什么趁乱不臣之心？那可是杨怀忠，说什么蠢话呢？官家，臣大概知道杨太尉的谋划。良臣就知道你有高见，站那么远作甚？近前来说话。杨太尉此番谋略可谓正中要害，乃是线下破局的重点。为防消息走漏，延误军情，想必定会在事成之后才通报行灾。杨太尉在广济军屯兵，没有急于南下秦王，必然是在谋划一场就近的攻坚战。而在广济军附近，最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当属连接河南、河北，保障金人后勤路线的冀州。完颜达赖和完颜鄂里朵，如今的重心都在巩固河北地界上。冀州只有5000精兵，前后左右俱是孤悬。完颜宗弼的3万兵马虽然是孤军冒进，且被阻隔在淮水前，但无论任何一支，我军都无法能胜之。贸然前去救驾，反而会让金人以逸待劳，逐次击溃。眼下这局势，其实大家都清楚，宋人不比金人差多少。以在下来说，带着自家兄弟100人，对阵哪怕金人第一猛将完颜娄氏的100人队，俺也不怵。但到了1000人规模战，到了1000人规模，我军就很吃力了。非得俺们几个最能打的太尉拿出各自的核心战力去拼，才勉强有几分胜算。至于到万人级别的战役，面对辽、西、西夏以及我军诸敌，金人从无败绩。金人满万不可敌，并非虚言。的确，即使各路援军前来凑出10几万，也围不住完颜兀术，或许还不如现在的局势稳固。那么击破冀州确实可行吗？金人久无败绩，且擅长野战，绝不会据城坚守。而冀州周边多是丘陵水泽，正好克制骑兵。只要能顺利将金人拖入不利环境，或许能有胜算。只是杨太尉到了，诸位统领，请入大帐军议。只是杨老太尉年事已高，又刚从河北惨烈战场上退下，能召集各路豪杰聚集，已属不易，万不可能再亲自披挂上阵。所以此番领军将领才是个中关键。但想来这各路人马当中，鱼龙混杂，心思各异，能统领他们作战，不仅需要卓绝的军事才能，更要有无与伦比的威势，领袖群雄。诸位统领，你们其中10个有9个都不是官绅，俺就不绕弯子了。今日召集大伙前来，是为了打冀州的金人。只是你们义军各路人马繁杂，俺也不晓得各位的本事，需你们自己选出一位主事做俺的副将，打赢了，俺就保他在官家那里得个正经的统治。什么统治？那非俺坐地虎王大郎莫属。俺手下有250条好汉。你做什么玩意儿？老子窜天龙刘小蛇，寨中足有301位裸汉，裤子都不全的行货们，就别出来和洒家争了。好了，你们吵了大半天，现在有结果了吗？太尉，看来如今敢争的只剩俺们2人了。还请太尉决断。哼，满身臭鱼烂虾味的阿杂货，也好意思和俺争？趁早滚回水洼里抠泥巴吧！你这鸟厮，疯狗一样四处乱窜作恶，坏事干了嫩多，以后生孩子没定眼，
做了统领也是浪费。乱杀贼也配如俺？安头萝卜秧子，有种手下见真章！够了！叫你们来是为了打金人，不是为了窝里斗的。来人，把各位头领的兵器先收了。只收俺们义军的算什么意思？要收就所有人一起收。也罢，各位将领也请一并交上来。岳同志，请。慢着，我乃大宋东京留守司统治，正街舞公郎，断无和蛇鼠盗匪一同上缴兵器的道理。什么意思？你说谁是蛇鼠？瞧不起安礼成吗？哼，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阴阳怪气，找死！李成，你在我大宋军营内回头看我正经的统治将领，算怎么回事？是俺唐突了，不过俺也算看出来了，你们压根儿瞧不起俺。既然如此，俺自去罢了。杨太尉若想杀俺，尽管从背后下刀，只要以后事情传开，看还有谁敢与你一同抗金。咱们走。岳同志，你故意激他发作，是何意图啊？那李成本就是存心不良，他本是作匪，为何弃了老巢，跑到东京西路来抗金？我看他只是想趁乱取利，意图割据。末将前来途中，就抓到了他们联络金人与叛贼的细作。此等唯利是图之辈，岂会真心抗金？而水泊梁山一半都在冀州，金军在彼处作威作福，践踏百姓。张头领身为梁山之主，手下都是当地穷苦渔民，所以末将相信张头领的抗金决心。太尉选他做副手统治，应当合适。这小哥，你的武艺和眼光没得说，俺认下你这个兄弟了。来来来，杨老太尉，俺这统治也不白当，俺手下万把子人，你们就说怎么打吧。大哥，那个姓岳的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居然能和你不相上下？这么多年就没见有人能在你手底下挨过3刀的。放你娘的屁！大哥那是让着他，真杀了人，俺们还能全虚全倚的出来。哼，那小子确实是个好手，不过还嫩了点儿。以后再遇见他，定不饶他。大哥，那咱们还去打金人不？打个屁！别人家的天下，咱们何苦拼命？以后谁给的钱多，咱们跟谁混。这梁山周边的水貌地势，俺不用看图，闭着眼也能知道。克制骑兵的地界，俺能找出几10处，咱们少说能凑出2万人设伏，粮草兵器不缺，前后准备5天就能办妥。但这最大的问题就是，金人也不是傻子，怎会平白进来送死？所以这关窍是如何诱敌，谁个敢去？那可是5000骑兵，去了就是送死啊！放心，只要张统治能成功设伏，诱敌之策交给俺，俺在此立下军令状，5日破敌，否则提头来见。将军，这算什么事儿呢？不能去猎杀周边的农户取乐也就罢了，前天居然连一支巡城的队伍都被伏击，为首的百户长更是被斩杀。当晚受军法牵连被拔队斩的就有22个。现在城外满是游击的散送碎军，动不动就偷袭俺们。他们堂堂大金5000勇士骑兵，完全足以横扫中原。安彦将军凭什么非要禁止俺们出城迎敌啊？凭什么？当然凭他姓完颜，他是万户，他的命令就是军法。你们谁敢违抗？不过可别小瞧了他，虽然年纪不大，好歹人家也是自幼从军，灭辽败宋的战争资历，倒是一点不少。
说实话，以他的能力，若是皇族，现在与淮河领军的就是他，而非四太子了。可惜呀，不过谁让他还沉迷宋人那些书啊、史啊、兵法什么的。东西府的老将军们最反感这些了，他以后怕是没什么机会了。将军，城外有宋军前来挑衅。来了多少人？7个人。走，上城楼看看。哼，完颜将军不让俺们大军迎击，没说不让军官单独出去决斗。你们谁敢下去挑了这鸟厮，俺绝对保举他。将军瞧好了，这功劳俺邪路领了。击鼓，去给俺拿椅子还有酒肉来，俺要好好看看这些赶来送死的。人呢？不是刚才纵马出城？死了？什么？石才将军回头时，血路百户长正好冲出城门，与对方相隔100步，就弯弓搭箭，准备远射取胜。没想到对方的箭却先一步正中他面门，尸体恰好未落马，杀马失途，自己回城了。巧合罢了。下一个谁去？俺汉卢夺胜。好，俺亲自为你擂鼓。鲁道百户长也被射杀在城下，又是正中面门。有种和俺比枪术。今个还有何人应战？给俺再去通报完颜将军，一定要准俺带兵出城，灭了这些宋人。不准！早就和你们说过，宋人若在整体调动无序，贪腐怯战成风，但其中并不缺乏武艺高超的善战之士，如那韩世忠、王德之流，也并不比我大金勇士差半分。咱们的任务是守住此地这个南北补给的要冲，没必要为杨维忠东拼西凑出来的杂牌军费心。将军，不好了！俺家千户长敢就来！我已经说过了，大大不也不听俺军令，折损了这许多百户长。若是按照拔队斩的规矩，他这个千户长也不用干了。不是的，适才千户长命30轻甲骑兵出城，想要围剿宋军。不想那些宋人个个弓马娴熟，一番争斗下来，他们毫发无损，俺们这边都折损了10几骑。这个混蛋！千户长恼怒不已，亲自披甲带队出城，谁料想对方7人悍不畏死，拼出2骑的性命，硬是让那最厉害的宋国统治找到机会冲到近前，把俺家千户长给擒过去了。妈！将军，宋人竟敢如此折辱俺们千户长，这按照军法，咱们不但得自损近1000人，副元帅和4太子怪罪下来，又该如何交代？这些宋人纵然有埋伏，那些山林中至多藏个1000余人，俺们5000骑兵进出，他们有再多伏兵又如何？将军，这不能再忍了呀！行了，不必多言。无论如何，一个千户长被俘，俺是必然会出兵的。你们莫要再多聒噪。只是伏兵必然不只是前方山林里的那些，此队人马拉扯是杨一中派来诱敌的先锋，想要引着咱们进入他们的设伏之地。再多伏兵也不怕，来多少俺们都能给他碾平了。俺自然也不担心这个，但此处多是湖泊水泽，宋人多半是想利用水战逆转劣势，万一和4太子那般为淮水所困，岂不白白被人笑话？
那咱们不进水不就得了？宋人肯定会藏在芦苇当中，不靠近水，咱去杀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此束手束脚，还怎么打？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宋人放肆猖狂吗？将军，在下倒有个想法，或许可行。如今春日刚起，芦苇刚刚抽绿，冬日的枯枝败叶尚未沉入烂泥，最适合火攻。咱们带足火种追过去时，只要他们躲入芦苇荡，就纵火烧杀，必然万全。好，各位速去整备，即刻出城歼敌。杀！目标达成，向肃林撤退，与接应部队会合。是杨贼，大踏不也这厮，还有俺执行军法，全军加速追击。有意去包抄东北风树林，他们必然在那设有伏兵。传下两回立刻后撤，敌方前锋800骑，不可恋战。禁军左翼围上来了，掩护统治。我军损伤如何？金人主力实在凶猛，稍微被抓住一点就会折损。如今已经死了至少7、80骑。跟着前方的标识，那里就是伏击地点。同志，那张荣果真靠得住吗？为何不事先告知咱们地点？义军中鱼龙混杂，奸细颇多，他谨慎行事也有道理。他若有一心，便不会如此大费周章，早去投了金人，岂不更省事？到了，想不到这水泽之中还有如此大的一片硬地滩涂，看来这里就是张荣说的多头滩。看来这里就是宋人选择的决战之地。这里2个圆形沙石硬滩，一大一小连着，莫不是叫做葫芦滩？看样子宋军在此布置了足有5000援军，此地可有什么玄机？将军宽心，此地前后尽是水泽，一览无余。宋军怕是没有什么花样好耍，想必他们也是清楚，所以固守在此，以求鏖战至天黑，期待我军自行撤退。不错，虽然不怕他们再有援军从后方偷袭，但真入了夜，在水泽中也是行军不便。传令，4个猛安，黑暗轮流强攻，留义军严守后方，定要在天黑之前攻破敌阵。刀盾兵列阵，长枪手跟从，攻守准备，2翼骑兵待命。杀！一进200步，放箭。杀！进200步，放箭。长蛇阵型，回避箭矢，攻守放箭。右前60步，左翼骑兵会阵，继续走阵，分兵牵制宋军2翼骑兵。周阵，刀盾兵围杀。这怎么可能？纪律严明，阵型整齐，前仆后继，这还是宋军吗？咱们4个完整猛安轮番上前硬汉，前后大半个时辰，他们居然寸步不退，说不得他们真能熬到天黑，逼咱们退军。哼，刘兄，你只判断对了一半。哦，请将军指教。那姓岳的同志不但武艺超绝，战阵指挥也是一流。全靠他，宋军才会有如此凝聚力和战力。我很可惜，我已经看到了他最大的弱点，再攻一轮，必然让他技穷。休整一刻，补水换马，金军暂缓攻势，我军撤换伤员，检查武备。将军当真看破了宋军的虚实，还请不吝赐教啊！其实很简单。这宋军各阵看似牢固，其实中间力量并不多。想必那岳统治亲兵只得1300-1500而已，剩下的必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有好几次不正常的阵型溃散，想必都是由此造成。那岳统治必然是自家亲兵分散各阵，才勉强带动普通杂兵如此拼命。所以接下来俺们只要集中力量主攻一点，杂兵必然难以坚守，只要出现分毫的动摇，宋军阵型必破。这就是那岳统治的死穴。高，实在是高。完颜将军不愧是百战名将，登山小鲁，目光如炬，难怪他们都盛传将军未来必然要做宰执之位。哎，刘兄谬赞，俺也不过是战场上待的久而已，
不过可惜了那岳姓同志，以此人的能力，放在宋军处真是浪费。将军莫不是起了惜才之心，想要招降那人？若他真能为我所用，少不得给个猛安的位子，打个几仗，省个万户也不在话下。将军宽心，我这就去劝降，他必然感念将军的胸襟。岳将军，我家完颜将军已经看破你们的弱点了，真正能战的不过你部1000多人，接下来我军将会集中进攻，你们必然再难支撑，只有死路一条。但我家将军乃是未来的宰执人杰，心胸宽广，爱惜人才，只要你愿降，不但既往不咎，还能保你个万户之位。若还想指望梁山坡里那些水匪，可就未免太天真可笑了。他们平时就与官军为敌，怎会真心助你？就算有意合作，但我金国铁骑在此，他们怕不是早已吓破了胆，不会再来。你若不识抬举，非要以卵击石，只会全军覆没。来，你榆木脑袋，须知良禽。夜夜生在那梁山泊呀，兵行从来要杀生啊，斩断火并无遗憾呐，一散东京鸟郎关呐，嘿嘿，鸟郎关呐，嘿嘿，英雄不会读诗书啊，只在水泊弄烧刀啊。虽然生得破壁身呐，原来杀贼不杀人呐。他们带着破船离这老远乱飞，岳同志啊，你这是打算让这些水匪扮丑唱戏来笑死我们吗？看来你是瞧不起穷苦人，这次应该会让你长长记性。你仔细看看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啊，等等，他们的船是从我军后面过来的，可那里不应该都是硬实地面吗？啊，地面上有水，地面何时积水了？难道怎么回事？地震了吗？稳住战马！夜夜乐在野江湖啊，不怕朝廷不怕官呐，水泊撒下落天王呐，乌龟马。这水涨得好快，已经没有小腿了，他们的船也越来越多了，这得有上万人了。夜夜生在天地间呐，不求富贵不争爵呀，梁山泊里过鱼吃啊，好吃好喝。财神仙呐，一召金人来济州啊，杀我兄弟毁我天呐！快撤！快撤！不好，退路完全被水淹了，无处可走了。今日有来水则中，如何能防？他升天呐！头领，可想清楚了，毁了这坝，咱水泊大寨可就没了。多少人的家都没了，俺一个大寨又算什么？走！信号来了，哥，俺们真的要能打鞑子，什么都是。转，破！妙啊！好一招水淹金军，利用潮汐水势，外加绝地引红，让缩头滩成了金人的断头滩。继续念，其后战果如何？张荣率领梁山义军驾船冲撞围困金人，金人于泥泞水流中大失战力，金人弃马脱甲，四散溃逃，更被岳统志率军合围，死伤惨重。因这金人原本有意放火，随身携带大量火油火种，战乱中纷纷碎散爆燃，整个滩涂水火交困，遍布血肉焦骨，
十分惨烈。怎会如此？我堂堂大秦铁骑，无往不利，战无不胜。我应该啊，我还年轻。将军，快脱甲逃命吧！混在乱军中，说不得还是……我出身完颜部，我读的书多，我只要能熬到40-50岁，老一位伯吉列都不在了，大秦要更换宰执，必然轮到我掌大权。如何今日？呸！废物！我才不要陪着你死！今人5000骑兵全灭，万户完颜赛里自尽，仅有少数兵卒出逃，但可惜没有抓获刘裕之子刘林。1日清早，岳统志与张荣直取济州城，高举完颜赛里首级，夺取城墙。守城金人丧胆奔逃，我军长驱直入，至此5日破敌，1刻破城。恭喜官家，贺喜官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慧眼如炬，天得将帅之才。什么运筹帷幄，完全是岳飞自己的功劳。得了好几层的下属搞得这么好，让你这个领导怎么做？什么？济州城破，5000骑兵尽没？完颜赛里这个废物，蠢货，居然把如此关键的后勤粮道给断了，偏偏还赞恩攻城的这个节骨眼。传令下去，加快修造炮车，还要3日后。是宋人的炮，怎么居然早已备好？完了，我军的炮车！启禀官家，金兀术那厮被张太尉出其不意砸了炮车阵地，气急败坏，据说又在帐内鞭打下属出气了。金军粮道被断，又无法突破淮水的封锁，现在更对下蔡束手无策。这一战，我大宋终于是要胜了吗？诸位切莫过于乐观，此战的凶险还未真正退去。完颜宗弼并非是到了绝路。梁山一战虽然切断了金人东京西京的联系，但完颜宗弼的根基是在青州。根据韩世忠的情报，完颜宗弼的出兵路线是由沂水南下。虽然冀州被破，但沂水依然牢牢掌握在金人手中，所以他们是没有缺粮之忧的。况且他们一路缴获颇丰，即使真的后勤不济，沿途更有大小城镇可堪掠夺。只要愿意，完颜宗弼完全可以一直僵持下去。这按韩世忠的意思，梁山大捷岂不是没什么价值？歼灭5000金人岂会没有价值？只是没有到决定完颜宗弼生死的程度。官家，梁山大捷意义非凡，此次战果前所未有。既然此刻金军暂无威胁，不如先行封赏功臣。杨维忠、韩世忠、张俊3将立下书勋，臣请复韩世忠承宣使之位，另请暂以5人为制置使，以张俊立淮西，韩世忠立淮东，杨维忠为南京留守。南京留守，5人正式出任帅臣。这汪伯彦当真是老奸巨猾，他早就看出官家倚重提拔武将的心思，就是这马屁拍得也太赤裸裸了吧。不过这招真是一石多鸟，堂而皇之的讨好了所有武将，而且官家一旦应允，他的盟友王渊也少不得捞到大量好处。臣也以为可行。韩张2将功绩自不必说，杨太尉乃梁山一战主帅，且资历出众，为南京留守，理所应当。这与李治也太……官家犹豫了，这说明官家并不是想单纯的倚重武将，他的心中还有更合适的南京留守人选。此人不能是武将，那样过于激进，作为文臣，资历也不能高于东京留守的宗泽，性格上亦不能如李纲那般刚烈，必须是善于辅助配合的类型。
如此看来，只有那张肃、张龙图是最佳人选。此人熟悉河北，性格温和正直，知人善任。宗泽提拔的岳飞似乎更早便是由他生身发掘，只此一点，想必宗泽就不会对他反感排斥。对，官家必然属于此人，我这就提出来。官家，臣以为不必。杨太尉老成持重，正该回归御前，总揽殿前司公事。而南京留守，臣以为张肃、张龙图更为合适。张龙图久经战场，亦曾在河北与宗留守舒畅共事，而此番立下大功的岳飞，也曾被张龙图提拔，任其为南京留守，岂不两全其美？可恨，程俊这小子反应也太快了，是我年纪大了吗？可他也就比我小不了几岁呀。如此甚好，就这么办吧。那么接下来，一一岳飞和张荣二将该如何封赏？官家的心意真是如海般难测呀，居然要过问如此低阶的武将赏罚，这种事放在朝堂上，简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等等，据官家去年曾多次询问岳飞之事，难不成这岳飞早就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入了官家的天眼？官家，臣以为岳飞敢战有谋，乃此胜关键，实为难得的将才，何妨稍加破格提拔，以观后效。哦，如何提拔？冀州广济郡之地，左牵梁山水泊大泽，右接泰山余脉，实乃北地要冲，何妨加岳飞为此两郡镇抚使，一来可威胁金人退兵，二来为张龙图北上稳定局势。有道理，就依亲所应。林清，你是不是还有话说？官家，臣急报，紧急军报！今日突然撤军，完颜宗弼大军搬营北返了。怎么会这么快？这也太突然了吧！退了是好事啊，咱们真正胜了。金人自是怕了。官家，韩太尉不是说梁山大捷不足以逼完颜宗弼退兵吗？可如今这……官家，事出反常必有妖。金人退了虽是好事，但梁山一战的情报莫非有误？或许此战重要非凡，其中有什么决定性的关窍，因此才逼得完颜宗弼不得不即刻退兵。王相公，你这意思岂不是在说韩太尉为了自身功绩，刻意贬损同僚，甚至误判战局？我觉得哪怕韩太尉真的低估了梁山之战的价值，但也肯定不是诚心的。这两只老狐狸一唱一和的，是要整死韩世忠。不愧是官场老手，踩低捧高的机会是一点都不会错过。官家向来信任韩世忠，此刻站出来为其辩白，应当是没错。官家，臣以身家性命为韩世忠作保，他断不会有此等低劣行为。韩太尉向来顽劣，或许不是故意，但可能是一时嫉妒。韩世忠何时会在军国大事上儿戏？再说完颜宗弼也不一定是因为军事退兵，谁都知道金国东西两路大军的局势。须知完颜宗弼此次孤军深入，乃是违抗了军令，如今他寸功未见，还损失了5个猛安和1个万户，想必朝堂呢对他的攻讦不会少。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政治压力退兵。你这不过是揣测而已。你们又有何实证指战韩世忠？住！不必争吵，既然有疑虑，不如随朕一起去当面问个清楚。将军，官家右大使文官老爷们来了。什么？金兀术撤军故意点击梁山大捷？官家可切莫听那些酸子乱喷呐！臣当真是肺腑之言，也是真没料到金人会如此早的撤军呐。好，既然良臣如此说，朕必然信你。朱清，此时朕已有定论，朕既然于军事上信任韩卿，
便也会信任他的判断。所以此次金人撤退，我等需多思忖其他方面，而非对同僚再起非议。是，谨遵官家教诲。那么林学士可还有什么补充？话头都被抢光了，我还说什么呀？汪伯彦抬起了所有武将，和王渊一起拍足了官家的马屁。张俊支持了韩世忠，胡隐为岳飞站台。不好不好，怎能犹豫这么久？官家怕是会以为我是个行货，好歹得说点什么。豁出去了。官家，臣以为梁山大捷不止歼灭金人，提振士气，更重要的是，这是首次有民间义军的参与，正契合官家全民抗金的国策主张。而且臣以为梁山伯张荣才是此战真正的功臣，重赏其人，更可有千金马骨之意。说得不错，就依你进言，加张荣东平州镇抚使，林清有心了。总算找到了话头，有张荣总比没有强。天下事最怕认真二字，可退可不退，而忽然退与不得不退绝不是一回事。既然梁臣认为从军事角度看金人不该退，那我们就必须料敌从宽，御己从严。首先，目前金人已有一支400-500人的轻装精锐骑兵部队开道向北，其后是一支至少7000人的金军骑兵主力，带着少许辎重车辆缓慢北上。现在金军大营已经恢复秩序，余下大部却未有更多行动，可知为何？回官家，此乃金人特有的行军策略。他们将部队分为前中后3部，他们依靠骑兵速度，分兵前后呼应。前军先行出发，在北面攻占据点，接着中军护卫辎重出行，到达新营地后，后军才正式拔营。原来如此，那如何判断金军是走京东东路的沂水旧道，还是会取西路的冀州而去？只有金人渡过涡水，在蒙城才能确定其动向。如果他们当真退向西路，骑兵主力急袭冀州，那不等咱们通知，岳飞张荣部便会覆没。如果大军行向东部沂水，则是明确退兵无疑。既如此，那就只需要考虑第3种情况了。完颜宗弼以退为进，掩人耳目，想要杀一个回马枪。所以如果完颜宗弼真是想用计，他会如何实施？这记回马枪又会刺在何处？咱们封锁了江面，金人应该无法。这简单，金兀术那厮无非就2个选择而已，要么就是往西偷渡淝水、颍水，奔袭上游的光州；要么就是东偷渡涡水、涣水，奔袭下游的4州。我认为光州必然是其首选目标。前去4州的路程较远，且因为敌军知晓俺老韩的大本营就在4州，必会认为此地难以攻略，多半不会轻易选择。而光州看似兵力雄厚，实则战力堪忧。姚博、刘正彦、丁进、刘晏等将同属不一，无人能统御全军，恰恰漏洞百出。那这该如何是好？真让金人绕过了淮水天险，咱们岂不是毫无可战之力？怎么打了胜仗，局势反而越来越糟？并非是情况变差，而是战事从未好。淮上一战也好，梁山大捷也好，都未能对金人造成实质的伤害。即便此次金人真的退兵，又怎能保证他们明年、后年不会卷土重来？所以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战，危机不止在眼前，一城一地，一胜一负，甚至于一草一木，我们也得拼到底，直到宋金两国有一方灭国亡主之前，都不能有懈怠侥幸的想法。谨记官家教诲。梁臣，你既为朕的腰胆，可有应对之策？官家，不管金人到底如何打算，我们与其坐等防御，不如主动出击。趁他们主力骑兵先行之际，我军大可利用海船尽数转移兵力，将全数军力集中到下蔡城。待到金人前后大军轮转之际，我们直接去掀了他们的大营。四太子，阿里将军与额鲁虎将军率领前军和主力
正在横渡淝水，很快就可以转瞬昌府，突袭光州了。哈，赵宋皇帝竟然靠着天险当缩头乌龟，他们这些软骨头肯定以为遇到点困难，我大金铁骑也会像他们一样屈服退缩，俺就偏偏绕过去，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哈哈哈哈哈哈！四太子果然是足智多谋，妙计安天下。这是四太子，下蔡城中突然抽出了大量宋军，我军前方几处小营寨都被攻破了。什么？怎么可能？宋人居然敢主动出战！四太子，看来他们早已洞悉我军绕后偷袭的意图，现在趁着我军主力不在，全军进出，想来接应。废话，还用你说？你们这些奸诈狡猾的宋人，瞧不起俺的计策吗？四太子饶命！四太子，学生只是担心，如今咱们兵力空虚，只有4个猛安，敌人必然会攻入大营，这可如何是好啊？来人，给俺在高台上摆了酒菜桌宴，俺先在这里用了早饭再说，再传令给各个猛安，让他们守住营寨，无论来多少宋军，都死战到底。哼，自以为是，窥破俺的计策，还想反将一军，哼，门儿都没有。四太子，俺家猛安普路环，让俺来问四太子一句：这一战，四太子想守还是想攻？要平还是要胜？好，不愧是我大金勇士，回去告诉你家猛安，俺把营中所有骑兵都交给他，让他放手去战，若能取胜，俺拼了命也抬举他做个万户。我军如此雄壮，韩太尉必然会旗开得胜。别太高估着韩伯武，他要是真有信心破敌，就该夜袭才对。如今天光大亮，金人必定能迅速反应，已然失了先机。韩太尉，我军只是人数占优，夜战起来敌我难分，岂不危险？再说，这金人虽然北撤，营盘却十分牢固，守备好不松懈，必然需要全军竭力而战才好。哼，张县太，我看是他韩世忠刚愎自用，只想独自立功罢了。我们在下蔡坚守数月，谁能比我们更清楚金人的情况？但凡那韩世忠愿意来下蔡与张太尉仔细商议，研究敌情，必然能有更好的破敌之策。赵鼎虽然在下蔡吃尽了苦头，但也因祸得福升了官，更是和张太尉不打不相识。听闻这赵大木7岁还和张俊把酒言欢，兄弟相称，如今各自站队，就完全不讲昔日情谊了。好了，伯英，朕知道你与元镇守卫下蔡的辛苦，臣为官家和社稷尽忠，不敢言苦。此番你毁家纾难，独立支撑，朕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良辰是比你多出些风头，但朕岂会厚此薄彼？你是此战最大的功臣，断不会让你白白付出。请官家放心，臣绝不会在此等关键时刻心生嫌隙，必然会倾力配合韩太尉。下蔡居民绝对服从韩太尉的指挥。官家明显还是向着韩世忠啊，张伯英也太好糊弄了。既如此，时辰已到，军将列位，军士齐备，传令下去，击鼓鸣号，打开城门，出兵。太好了，我军顺利攻下了外围的小寨，看来金人的主力真的不在，韩太尉果然妙计。金人守备再严，大营也是空旷，我军人数占优，说不定真能一鼓作气攻下来。可惜距离太远，小寨之后的战况就非目力所及的了。官家，臣预备了图绘，可以参详一二。下蔡城中原属御营前军2000部众，带领3000民夫已绕至金营背面，西面有王德率领2000甲士攻坚，正面有杨仪中等5位将领带4000甲士强攻，已然破寨2座。东面则是韩世忠与其大将王胜率领3000甲士围攻。韩太尉调兵遣将果然有一套，这布阵可算是万无一失了。张县台，你莫要忘了，
北面和正面都是我下蔡军民在拼死搏杀，这么早就急着替韩世忠揽功吗？赵知州莫急，我实话实说罢了。没想着，等等，正面攻坚的部队怎么突然后撤了？古老六，你干什么呢？你傻呀！当然是割首级了，这可是妥妥的鞑子脑袋，赶紧趁热乎抢回去领赏啊！什么？这还在战场？你再不抢，都让别人割完了！哎呀，还真是，直娘贼！这个鞑子是老子先看到的。你割的不少了，别抢俺的！你快回去，吃了赏金可能就不够了。这我的，这是我的，别抢！小田，立刻带我的亲卫组成督战队，临阵后退者、扰乱战阵者，杀无赦！真是乌合之众啊！这样的军队，真的能赢吗？太尉将军，俺们杀了好些鞑子，快给赏！荒唐！现在岂是求赏的时候？拿起武器，立刻返回前线为战！如有违抗，督战队在此，斩立决！哼，张俊这厮是有多久没上过战场了？手下兵卒居然能如此胡闹，这下可得在官家面前丢脸了。王胜，东面我军战况如何？看旗帜字号，在东面布防的乃是金人猛安蒲卢浑，此人是金人目前最能打的将领。但东面的金人数量着实不多，虽然守备并不消极，但战力有明显削弱。我军已经突破了3座小寨，如今已然攻到了大寨外围，如此顺利，反而令人不安。或许金人还有什么后手。传令下去，向下蔡要求，向东面增派兵力。哎，太尉，咱们还有2000的预备队并未启用，为何？老师，看你抖得跟筛糠一样，是真不信俺能胜吗？四太子，非是学生对大金铁骑没有信心，只是现在宋军人数太多，我关东面蒲卢浑将军阵线处已经被攻到了大寨寨墙，这寨墙若是被突破，该如何反败为胜？学生实在是……老师，你当然不明白，很简单，因为你是宋人。你想不到这一仗我大金会如何取胜。哎，就像你们宋人不懂自己为何会一直输一样。今日，俺就告诉你我大金屡战屡胜的秘密。官家，督战队就位，绝技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荒唐事。临阵掉头讨赏，这简直和山匪乱贼无异。偏偏这竟是张俊的主力部队，军中糜烂，可见一斑。官家，实在是军中沉疴甚重，积弊已久，这些兵卒仓促成军，缺乏训练。好了，张青，朕明白你的难处，战场之事，朕相信你能处理好，不必再解释。报！前线有重要军报！什么？韩世忠要我调派人马增兵东面，真是荒唐！不是还有几千后备军未动吗？为何要再调派？俺家统治说了，此战必要速战速决。如今东面已现战机，请务必即刻增兵，切莫贻误。混账！到底什么战机啊？这说了和没说一个样。那个官家，现在几处战线都非常紧要，实在是无法调拨呀。官家，臣以为韩太尉身处一线，必然最是清楚战事情况。他说要增兵东线，必然是有充分的理由。若置之不理，恐对战事不利。赵知州，你看，战场的事我哪里知道啊？增兵总不是坏事吧？老张是不是有点太抠了？看来这张俊还是不愿意配合韩世忠立功啊，应该也是担心韩世忠借此故意消耗下蔡的军力。说实话，韩世忠确实是能干出这种事的浑人，这不清不楚的战绩也着实可以。你们不用争执，朕也不懂兵事，此时还得问专业的人才对。王太尉，你觉得如何？是，回官家，臣以为可行。想必是韩太尉在东线看出了金军的破绽。王渊曾经显赫一时，张俊不要脸的拜其为干爹，如今老爹说话，张俊肯定无法反对。官家真是高明。
战百胜的秘密，是学生才疏学浅，此等机密要闻，怕还没有资格得知。老师，你想哪儿去了？就你们这些宋人孙子的心眼多。你如今再无法归宋，生是大金的人，死是大金的鬼，怕什么？再说，这秘密其实天下人都看得到，只是你们宋人不敢正视罢了。世人都说我大金屡战屡胜，错，是屡胜屡战才对。想我大金太祖当年起兵反辽，不过区2500人而已，却在前后7年间以小博大，如狼吞虎，尽破辽宋。百胜之君就会笃信天命在我，绝不会败，即使死伤惨重，也不会后退，万众一心，不死不休。每个女真人都坚信，俺们注定要鲸吞四海，永不停歇的奋战。所谓胜利，不过就是早已确定的定数。此等志气，敌方那些贪生怕死的肤浅之辈能比的？这就是我大金屡战屡胜，百战不殆的秘密。